属下守护主母不周，惊动了主上，甘愿受罚。所幸雪柔只是受了惊吓，并无大碍。起来吧，不怪你们。主上斩杀了4大魁首，势必会引起江州动乱，您的身份怕是瞒不住了。当年秦老爷子与我有恩，临终之前将雪柔托付于我担心蛇刀门门主的身份会对他造成影响，所以才以普通人的身份待在秦家。可是没想到啊，如今各大家族依然忘记了我玄门之位。主上的意思是恢复身份？吩咐下去，2天之后举办天师封禅大典，届时我要让蛇刀门重回巅峰。还有，我会向雪柔坦白一切，让她成为大夏最尊贵的女人。属下遵命。另外，将4大魁首的所有资产进行清算，并以投资的名义全部送到秦家。是。晚秋，姐夫，1天不见，想死你了。姐夫也想你，不过小丫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可老大不小了，凡事都得避着点嫌。我可是你姐夫，松开。姐夫，反正我姐也不喜欢你，要不你跟她离婚，娶我怎么样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把手拿开，本姐看见我怎么解释。姐夫，你怎么这样？我对你的心意，你又不是不清楚。什么意思？那，给你洗内裤的时候发现的，这好像是蛇刀门的信物。姐夫，你该不会是蛇刀门的弟子吧？谁让你动我内裤的？晚点给你算账。喂，妈。窝囊废，你死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雪柔被人绑架了？赶紧滚回来！什么？妈，妈。姐夫，上车吧。姐，你的伤疼吗？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雪柔，你没事吧？现在惺惺作态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雪柔，回来了呀？妈，你还有脸回来啊？你这窝囊废！身为雪柔的丈夫，雪柔被绑架的时候你在哪啊？雪柔血儿石头，你又在哪儿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早就死了！害人之心，给我滚！滚啊！妈，我知道是我没能保护好雪柔，我保证以后绝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。保证？你一个废物赘婿，拿什么保证？说这些空话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你是什么人？这位啊，是江州总督的公子。这次要是徐公子帮忙请动天师出手，我们家雪柔根本就回不来。没错，在我昏迷之前，还有幸听到天师大人的声音。姐，你干妈真的相信徐明能请得来蛇刀门主？蛇刀门虽有隐没者，但曾经却是连国主都必须以礼相待的正统选。这样的大事，他父亲能请得来？当然，我父亲跟蛇刀门主可是至交好友。好友，他也配？雪柔，之前是我迫不得已才有所隐瞒，但事已至此，我只能实话实说了。我就是蛇刀门主。楚晨，你给我闭嘴！蛇刀门主乃人间真龙，我绝不允许你这粪正侮辱他。哎呀，别跟他说这么多了，刚好趁着此次机会跟他断得干干净净。我叫你回来，不是在这听你给我们吹牛的，反正谁请？离婚？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妈的意思？这是妈的意思，但我也是这样想的。楚晨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们两个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当初要不是爷爷，我根本不可能嫁给你。雪柔如今是江州商界的天之骄女，
你个窝囊废，你撒泡尿照你自己什么样子？原来是因为这个呀！可是血柔，你知道吗？这么多年以来，秦家能发展到今天，都是我给的。你给的啊？这些都是我们家雪柔夜以继日的付出换来的，才让我们秦家从江州末流发展成顶级行列。这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呸！楚晨，我知道你现在对我还是不死心，但你说大话的行为只会让我对你更加厌恶。楚晨，你知道这些年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秦家遭受了多少人的刑罚？你们太过分了！自从姐夫入赘之后，每天照顾你的衣食起居，事无巨细，他从来没有用过家里一分钱，也从来没有过任何怨言。而且秦家原本即将破产，自从姐夫来了以后，秦家扶摇直上，甚至成为了苏州的顶级世家。这一切，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？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为秦家殚精竭虑，每天耗费无数心血，难不成是他一个骑电动车跑出来的？晚秋，你不会真的以为这家伙是赊刀门的？姐夫就是赊刀门的弟子，他有赊刀令。你臭丫头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别跟着这个窝囊废在这给我胡闹！你究竟给我们家晚秋做了什么无辜？我警告你，离我家的两个女儿远一点啊！楚晨，这卡里有300万，够你花一辈子了。拿上这钱，从此以后你我再无瓜葛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这钱不够，家里的所有的房子和车子都可以给你。你以为我真的这么在乎钱吗？不管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尽力满足你。我想的是赊刀门主那般顶天立地的男人，而不是你。真是可笑啊！你喜欢的到底是他，还是他的权势？姐，既然你执意要和姐夫离婚，那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一起。姐夫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母亲，别哭了，都是你姐夫。我是认真的，这些年你对秦家的帮助，对我姐的付出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我是真心替你感到委屈和不值。别说，这枚钻戒我准备了很久，你能帮我戴上吗？晚秋，你疯了吗？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秦家人必然成为教授人的笑柄。他是个窝囊废，你竟然舔着脸要嫁给他！你脸死吧你！江州4大魁首被灭，4大势力旗下的所有资产，赊刀门全部交由我爹来处理，而这些资产将全部送给秦家。今日你若与晚秋有任何瓜葛而毁了秦家的声誉，这江州将再无你的容身之地。原来你不让跟我离婚，就是因为这样。我当初真不该把那些资产送给秦家，我真是大错特错呀！住口！我绝不允许你再侮辱赊刀门主。楚晨，你真觉得我会像晚秋一样好骗吗？你一个窝囊废，你把自己吹嘘的这么厉害，你怎么还敢死皮赖脸在我秦家不走，还跟他签字离婚啊？好，如你所愿。传天师令，将江城4大魁首的资产全部收回，同时终止赊刀门对秦家的所有便利。卓，记着卓啊，你这个废物还真能演啊！你不去做演员，真可惜了。徐少有刚都说了，4大魁首旗下产业，赊刀门主交由徐都督处理。你一个窝囊废，还装腔作势，跳梁小丑！江省100大世家，无一不是因见我赊刀战而崛起发家。只要我手中刀臂落地，哪怕是江州总督，也得即刻前往，为敌不是。少喝了！父亲贵为江州总督，手握10万精兵，即便是江州100大世家之主见我父亲，都要卑躬屈膝。岂是你这种垃圾能兴领的？今日定有让你碎尸万段！楚晨，你冒充赊刀门主也就算了，现在还侮辱江州总督，不要命了吗？啊！与我现在也无任何关系。乖，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我会向徐少求情留你一命。从今往后，
宁静碎拆粉，一刀断。根本就不需要你的求情，解决之事，我只希望你别后悔。跟你离婚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情，我秦雪柔绝不后悔。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，明天我会让你看清所有真相。站住！给我站住！今天你要敢踏出秦家半步，我要砍死你的女儿！这些年，姐夫为秦家默默付出，却遭受那么多的冷眼和不公，秦家人的嘴我算是看透。今天，我秦晚秋宣布，跟秦家人再无瓜葛。什么？四大魁首旗下的资产都送给秦家了？怎么了？徐少，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雪柔伯母，刚才我父亲给我打电话说，四大家族旗下的产业可能什么呀？哎呀，徐少，你在这说呀，你气死我了！哎呀，我本来劝跟我父亲把四大家族旗下的产业全部交给秦家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蛇刀门却突然下令要全部收回。大小姐，出了大事了！何事慌慌张张？秦氏公司遭到省里财团打压，公司股票正在疯狂下跌。秦总，大事不好了！跟咱们集团保持密切合作大量企业纷纷宣布终止合作了。怎么会是这样？蛇刀门乃玄门之首，术法之流当世绝顶，一定是楚城那小子侮辱门主之事已经被得知，这样秦家都会遭受到无妄之灾。刘少，如今我秦家早有危机，求你看在雪柔的份上，帮我秦家渡过难关呀2日后，蛇刀门主会在泰山之巅举办天师封禅大典，届时我会通过父亲的关系向雪柔引荐门主，当面赔罪，一切再迎刃而解。姐夫，等等我！晚秋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姐夫，我跟我妈闹掰了，已经跟秦家彻底断绝了关系。从今往后，也就只有你一个秦。晚秋，女儿，这瓶世界最新研发出来的顶级香水，只要你喷在了身上，就算是蛇刀门主阅美无数，也抵挡不住你的诱惑。这次我秦家遭遇危机，又不惜掏空100亿家底打通关系，得到一个在大典开始前面见蛇刀门主的机会，我一定会抓住的。蛇刀门传承千载，无数顶尖权贵豪门因蛇刀门崛起，如若能被那个大人物看中，或许我秦家能一跃从世家末流成为豪门之首啊！我对蛇刀门主仰慕已久，更何况那位大人还救过我的命。若是能与他同床共枕，就算让我立马去死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可是，人家未必能看得上我。哎呀，我的好女儿呀，你可是江城第一美女，姿色无双，只要能让其为你心动，就算是放弃尊严，也在所不惜。走吧。主上，秦家秦雪柔为了见你一面，不惜花费100亿打通关系，不知您是否宣见？花100亿打通关系，秦家还真是好大的手笔呀！叫进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他想见我做什么。是。江州秦家秦雪柔拜见天师大人，感谢大人的救命之恩，特来归还大人的衣衫。当初只是举手之劳罢了，姑娘此次前来，所谓何事？前几日门主曾救我性命，斩杀3大魁首，雪柔心存感激，却无以回报。雪柔身为江州第一美女，能拿得出手的只有自己的身体。只要大人愿意，雪柔愿侍奉左右，为奴为婢，无怨无悔。先把衣服穿上吧，一切等大典过后之后再说。大人，难道您嫌雪柔的身子不干净吗？大人您误会了，
雪柔虽结过婚，但仍保留处子之身，从未被男人碰过。先下去吧，封禅大典在即，本座还有诸事要忙。是。主上，您刚才为什么不向秦雪柔坦白身份呢？他喜欢的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射刀门主，而不是这个一无是处的秦家赘婿。明白。据说这3位是江省最具权势的望族，专门派来参加天师封禅大典的代表。这几年射刀门示威，否则射刀门门主可是掌握3族的命脉，又怎会仅仅指派3个代表前来啊？话虽如此，可3大家族传承如超100年，拥有无比恐怖的底蕴，就因均因前方供奉的射刀之起，射刀门仍是无上存在，可长一方元帅。门，女儿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瞧，射刀门主，他没看上你。如今天师封禅大典在即，天师可能想等到大典结束后才出来。这不过后，你一定要努力讨好那位射刀门主，只能大幕点头，才能行刑，就能化解危机。这徐公子怎么半天还不来呀？雪柔，伯母。哎呀，徐公子，您可算是来了。雪柔，这江州3大望族代表的名头，名约于松，刚好我与他们3位之间有些交情。走，我去给你介绍一下。好。黄代表、赵代表、刘代表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原来是徐少，这位是？这位是江州秦家千金秦雪柔。原来她就是带领秦家成为江城第5大魁首佳级的秦小姐。如今江州4大魁首已被射刀门取灭，秦家将成为江州第1家。秦小姐，恭喜！诸位代表客气了，我秦家能有如今成就，全靠天师门主为人庇佑。天师大人到！姐夫，这可是封禅大典的现场。你虽然是射刀门的弟子，但带上我这个普通人走上红毯，不太妥吧？放心的跟着我就行。今天我会给你一个惊喜。楚晨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是天师的封禅大典，你不要命了吗？晚秋，你给我过来！这个废物不知死活，你谁还逼他下毒呢？臭小子，你在秦家白吃白喝，雪柔也算待你不薄。你今日胆敢身穿天师道袍，是怀恨在心，将秦家拉下水吗？原以为是天师本人降，没想到这厮竟是秦家那个窝囊废赘婿啊！小子，你好大的狗胆，胆敢冒充天师！欺杀我也！小畜生，赶紧跪下，俯首认罪！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我昨日说过，今天就是来让你看清真相的。姐夫，扰乱射刀门主的封禅大典可是死罪。怎么？之前不是还说要与我同生共死？我才不怕呢！只要能跟姐夫在一起，就算是死也不怕。诸位，别听这个家伙胡说八道，他只是江州秦家的一个废物赘婿，压根儿就不是射刀门至高无上的天师大人。对，他就是我秦家吃软饭。冒犯天师大人，傻子，你今天死定！楚晨，这场大典对我秦家至关重要，你不要胡闹了。现在赶紧跪下，跟大家求情，我还能向3大代表替你道歉呢。该跪下道歉的是他们，尔等受射刀者，如今却不分青红皂白，肆意妄为。看来这江省3大望族是该好好敲打敲打。我3大望族就是这江省的一片天，就凭你敲打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好一个江省的一片天！你们可别忘了，3大望族之所以能传承100年，皆因刀债而起。臭小子，你真大言不惭！我等虽受射刀门恩赐不浅，但现各大望族能有今日，也因我等3大望族人才兴旺、夙兴夜寐而来。况且与你这个卑贱赘婿何关系？赶紧跪下！其实楚晨哥哥是射刀门，大臭，是不是疯了？这
这个废物东西究竟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对他这么死心塌地的？你如果真想要死的话，你别来弄秦家！我早已跟秦家恩断义绝，我所做的一切都与秦家没有关系。就他还蛇刀门弟子，就算他是有不怕，我等三人代表的可是三大望族，哪怕蛇刀门门主见我等，都得给其分薄面。蛇刀战命休你们！这才过了几年啊，你们这些小小家族就不知主次尊卑了。站住！那可是我们每个家族向蛇刀门收取的宝刀，代表着我们每个家族的通天气运。高台上更是代表蛇刀门的天罚之刃。想干什么？臭小子，赶紧下来给我跪下！你聋了吗？既然你们都已知晓三大家族之起源都因蛇刀之气，而三大家族之主却未曾前来，这已然是以下犯上。好大的口气，楚尘啊楚尘，没想到你还想上瘾啊！你真以为你是蛇刀门主不成？臭小子，这把天罚之刃乃是天师大人身份信物之证，唯有天师本人可以拔出，更是关乎我江省三大望族和百大世家的命运，你不能碰。此神兵乃大夏无数豪门世家呕心沥血，以天外玄铁所铸，内蕴我等蛇刀之气，非九五之尊不可拔，非外人之上不可拔。蛇刀之气便是这玄门之法，非绝世无双不可碰，非威震天下不可碰。天罚之刃传承千年，历经数代天师之手，早已经吸收了历代天师的数本之力。寻常之辈若敢碰之，便是天雷灭顶。这刀除了天师本人之外，无人可以拔出。你若是敢冒犯，必遭天谴。你今日所犯之事已然滔天，哪怕拔刀之后死于非命，也不能赎罪。我赵家愿联合百大世家，诛你九族。三大望族、百大世家，皆因我蛇刀门之力才崛起于微末。赵、王、刘本是尘埃蝼蚁，根本没有翻身的可能。如今你们三人受其福音，也敢妄想弑主吗？无知小儿，我三族虽说受了蛇刀门之恩惠，可今日之崛起，亦是我各族努力而来。且不说你是蛇刀门门主，即便是，也未免太过跋扈。此人冒犯蛇刀门门主，就辱没我三大望族，实在是无法无天。赵家愿联合各大世家，诛其九族。我刘家不义。杀！诛我九族！你们可知，你们口中的九五至尊是绝世无双是万人之上是威震天下者，依然是我。若无蛇刀之战，你们全都是尘埃蝼蚁。你们记住，人可无智，可无才，可无知，但万万不可忘恩负义。天罚和斩蛇刀之运，尔等天谴，一注。他不会真是蛇刀门门主吧？我等深受三大望族的庇佑，怎能落得如此下场？家主，你们这些混账怎么办事的？竟然惹怒了天师大人！我们马上赶去泰山，都给我跪下等着！天师大人，我等不知您身份，多有冒犯，实属无心啊！求天师高抬贵手，饶恕我们！我等知错，求天师高抬贵手。不可能！他前几日还是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废物赘婿，绝不可能是蛇刀门主。可我等身上的事情怎么解释？我三大望族的气运将散了。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他煽动门主之物，引得天罚降临。你们三大望族，这是被他给牵连了。
你的意思是，我三大望族的气运，只因此人拔了天师的刀？蛇刀一脉，玄术绝顶，我等受其恩泽，却被一个气虚在我们眼前玷污了门主之道，实属大罪。秦子，你家赘婿闯了如此大祸，害我三大望族气运受损，尔等难辞其咎。三位大人，我们家雪龙和这个废墟已经离婚了，这和我们秦家没有半点关系。楚尘，你还不快将天罚之人放回去，跪求三大家主原谅吗？要我跪他们？可笑！这封禅大典乃是大夏最高规格的仪式，是为蛇刀门主准备的。你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应该在这里胡作非为。秦晚秋，你到现在还看不清楚他的真面目吗？你还要跟他胡闹到什么时候？楚尘哥哥，要不你还是干脆把他放回去吧。不必，这本就是我的道，我若不拔，谁又不拔？谁又敢拔？郡主，天罚之日被拔出，蛇刀门主线，你要找的未婚夫出现了，看好他，我马上赶来。楚尘，你若还不听劝，待天罚降临，你便会灰飞烟灭，届时你的亲朋好友都会受到株连，你知道吗？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，我即是天罚。今日我便站在这里，看看有何人让我灰飞烟灭。诸位，天师大人随时都会降临，我等不可坐以待毙，否则天师大人一怒，我等即是死罪。平息天师怒火，复我三族气运。拿下楚尘，祭祀天地，平息天师怒火。拿下楚尘，祭祀天地，平息怒火。我看谁敢！我看谁敢！井底之蛙，坐井观天。区区江城宵小，以蝼蚁之躯撼日月之威，不自量力，罪该万死。陆少，去了吧。你是何人？为何要跪一个废物？有眼无珠的东西，再敢辱骂主人，我要你血溅当场！好一个血溅当场，好一个狂妄之徒！一个赘婿，一个丫鬟，在这里大放厥词，怎么是觉得我们三大望族好欺负成？秦早，我们可给过你机会，你若把握不住，秦家必将是出命。我不管你跟楚尘什么关系，但这件事情都不是你能掺和的。若再不离开，生死难料。就凭你们，今日尔等若是敢乱来，江州百族，包括江省三大望族，都没好下场。你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漂亮手下？怎么，吃醋了？我才没有。楚尘，你一个人胡闹还不够，还要拉上无辜的人一起下水，你非要搅得天翻地覆，你才肯罢休吗？胡闹！你从始至终根本就没有相信我。我不信三大望族代表，不信徐家总督之子，难道要相信你一个废物吗？这3年来你一事无成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我拿什么信你？你不相信楚尘哥哥，我信。姐，你的眼中只有金钱、事业，完全没有姐夫。他说的每一件事都做到，而你从来没有相信过他。相信他？相信他万人之上？相信他举世无双？相信他是蛇刀门门主吗？秦晚秋，这种不切实际的话，你信吗？我就这个逆人，你到现在了还跟着他在胡闹，你想害死我们秦家呀？秦雪柔，3年前，秦家老爷子救过我入赘秦家，想保秦家一世。2天前，我为了救你，也暴露了身份。今天，我会让你知道我错的有多离谱。你够了，收起你那无知的狂妄吧！你就算再怎么记恨我，也不应该拉着晚秋一起下水。你真是个混蛋！在我这儿，没有人敢伤晚秋分毫。我会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、最尊贵的人。幸福？楚尘，你自己一个人找死也就算了，竟然还拉2个不知死活的来陪你。不管是他秦晚秋，还是这个谁，今天都得死！放肆！徐家又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断言主生生死？不知死活的东西，
死到临头了还敢大言不惭，虚无！徐武听说4年前达到大宗师之境，是徐家最残忍的刽子手，没想到竟被派来保护徐少，这下他们死定了。那楚尘简直死有余辜，真是可惜了。那娇滴滴的美人儿，敢招惹徐少者，死！来人，我把他带下去。你究竟是何人？竟然能一招击败宗师之境？此等高手，整个江州都屈指可数，怎么会听命于一个赘婿？难道他真的有什么大身份？身份再高，能高得过赊刀门主？胆对主上出手者，杀无赦！你敢！父亲是江州总督，手下兵马数10万，高手数不胜数，谁敢对我动手？我白凤，掌嘴！是。你敢动我，我灭你9族！徐明，你父亲当年是靠着我的赊刀战，才能有如今江州地位。你如今这般所作所为，是在断绝你徐家的生路。父亲是江州总督，谁敢动我的徐家？谁能断我徐家生路？你竟敢让人对我动手，我定要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！只要赊刀必落地，即便是江州总督，也得即刻前来跪地俯首。今天，我便让你看看你父亲到底敢不敢对我动手。玄门赊刀万般战，天下群雄无足罪。徐锦藏，过来！给赊刀门主准备的贺礼如何了？准备好了，是500年前赊刀门流落海外的阴阳八卦镜。徐锦藏，滚过来！是谁？居然惹得天师大人震怒，动用了金色赊刀臂。贝池圣迹，立刻赶往封禅大典。是。这是赊刀臂，赊刀之物，非赊刀弟子不可得。这家伙怎么会有赊刀臂？传闻赊刀臂一落地，便有世家豪门之主赶到现场。难道你的身份？诸位，他根本就不是赊刀门主，这赊刀臂也是假的。众所周知，世家豪门内供奉的赊刀臂是黑色的，然而这枚却是金色，一看就小子就知道清楚其中内幕，犯错了。确实如此啊！臭小子，敢信守我，今日必将你脱骨扬灰！你胡说！楚尘哥哥是赊刀门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弄错？婉秋，都什么时候你帮他说话，还不赶紧过来？我相信楚尘，你这个逆女人，你真是无药可救！一群井底之蛙，赊刀臂只要落地，无论是谁，都得即刻抢来，否则天启的将士性命不保！给我来人，将庄神弄死江，给我抓起来！江州总督徐廷苍大人到！徐总督，主怎么样？天师大人，天师大人还未到。未到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愿和天师大人亲自报告。徐总督，这个秦家废墟在这当众闹事，惹得天怒人怨。徐总督，这臭小子擅自拔了天师大人的刀，坏了我们3族的气运，简直罪该万死。徐总督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一起弄死他，好迎接天师大人莅临。胆大包天！徐总督，您明鉴呀！我们家雪龙和这个废物赘婿楚尘已经离婚了，他的所作所为和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徐少，阿信，不行，此事确实与秦家无关。这个小子不知天高地厚，刚刚还在冒充赊刀门主，丢下赊刀臂让你过来，只可惜丢的是金色的赊刀臂，不是黑色，已经让我当众拆穿了。金色赊刀臂。徐秦苍，你可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呢！联合3大代表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要绝我的生路，
总督之子，这真是好大的威风！放肆！一个废物赘婿，也敢直呼我父亲名讳，快滚下来磕头认罪！都给我退下！爸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江州总督徐擎苍拜见天师大人。你为什么他下跪？徐公公，你这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他怎么可能是天师大人呢？我等均未见过天师大人，难道徐总督见过天师大人踪容？我确实未见过，可是这蛇刀臂落地，又是天师大人亲自呼唤的我，这还能有假吗？这蛇刀臂不都是黑色的？你有所不知，我们所供奉的不过是蛇刀臂的子弟罢了。这金色的蛇刀臂，只有蛇刀门门主才有资格使用。不可能，他不过是一个秦家的废物赘婿，根本不可能是蛇刀门主。爸，你一定是被他给骗了，这蛇刀臂一定是他偷的。哦，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。爸，别听他，不信你听雪柔说。没错，总督大人，楚尘只是我秦家的一个赘婿，这3年来他一事无成，他不可能是蛇刀门门主的。是违背蛇刀令者，天启地焰，绝无生路。徐某不敢，逆子还不跪下！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但持有蛇刀臂，我们就必须听从。他一个废物，就在这里装神弄鬼，我凭什么要给他跪下？就凭我手中的蛇刀臂，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包括徐家拥有，都是当年蛇刀换来的。如不听令，家破人亡。逆子，跪下！跪下！我不跪！逆子，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他只是秦家的一个废物赘婿，而我是襄州总督之子，你让我给他下来，你老糊涂了吗？你今天若是不跪，我便没你这个儿子。我看你现在还有江州总督的样子吗？你老糊涂了，我跪坐得住，这皮头可以让我来做。我在这里有人现眼，逆子！好一个六亲不认的场面，如此不孝，你就不怕罪孽缠身？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，让自己的儿子给你这个废物下，有他这么当老四的吗？况且他可能代表着整个江州的理念，无丢人现眼，丢的是我们整个江州的脸。没错，此子煽动天罚之刃，已经牵连我们3大王，还让我们如何跪他？他实有金色蛇刀臂，尔等还要执迷不悟吗？仅仅蛇刀臂而已，又说明不了什么。我等家主马上就要到，到时一切便可知晓。这蛇刀臂他哪里来的？但门主大人立于玄门绝顶，他怎么会去当一个赘婿？楚尘，你还不快交代，这蛇刀臂到底是哪儿来的？你要我交代？嘿，楚尘哥哥已经不再是你的赘婿，你别再想命了。这个白眼狼啊！你一天天的根本就青马外拐，他就是一个招摇撞骗的废物，你到现在还不让他说话？楚尘哥哥才不是什么废物，他是蛇刀门的人，他不只有蛇刀臂，他还有蛇刀令。蛇刀令，听都没听过，你能听过吗？听说过蛇刀臂，没听说过蛇刀令。我也没听说过。蛇刀令是什么？不知。未曾听闻。楚尘哥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蛇刀令证明不了你的身份吗？一群见识浅薄之人罢了。听到了吗，父亲？他楚尘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。你们未听闻过蛇刀令，是你们地位太低，无知愚蠢。蛇刀臂可以号令契约蛇刀寨之人，而蛇刀令则是蛇刀门身份的象征，可以号令天下。号令天下，吹牛都不得草稿啊！偷盗蛇刀令，死罪！冒充蛇刀门门主，死罪！我等代表江省3大望族，判你楚尘死罪，连同者连诛。楚尘，我原本还念在昔日情分上帮你，可你却执迷不悟，要在这个万众瞩目的场合上作死。
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曾单纯的认为，只要愿意付出，只要真心对你好，就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可如今看来，我还是错了。三大望族，今日是我封禅大典，他们就派你们3个白痴过来。看来他们早已经忘了如今的权势和地位是怎么来的。王敬天、赵青山、刘曼云，滚过来！再开快一点。曼云妹子稍安勿躁，可能这其中有什么误会。没错，而且我等早已派了代表前去，有他们在，封禅大会能出什么乱子？咱们3大望族同时遭到打击，我这心里甚是不安呐。咱们有蛇刀血气护佑，除了蛇刀门的人，还能有谁做到这个地步呀？王敬天、赵青山、刘曼云，滚过来！金色蛇刀令，坏了，真是天师镇震怒了！快，再快一点！混账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遮辱我等家主！就算是你们3位家主过来，也要对主上跪地俯首。你们又算什么东西，敢对主上大呼小叫？蛇刀臂落地，3分钟之内，你们家主就要赶过来。我倒想看看他们在我面前是否敢如你们这般嚣张狂妄。我等家主日理万机，岂是你说见就能见得到？整个江省以我3大望族为重，就算是上京王族贵族来此，都得以礼相待。让我们家主跪地俯首，你真当自己是蛇刀门主？江中3大望族家主到！混账，闭嘴！家主，你们到底干了什么？天师大人为什么会以金色射刀令叫你们？到底是谁惹怒了天师大人？就是他，江州秦家的一个赘婿，被秦家赶出了门，来此特闹封禅大典。这个废物，他冒充天师大人，还私自拔了天师大人的天罚之刃，导致我3大望族气运皆失。我们正准备轰杀此子，只是他身边有一个武道高手，我们还未能处理。3位家主实力庞大，手下高手如云，正好拿下次子。在天师大人面前，你是大功一件。什么人敢如此大胆？王敬天、赵青山、刘曼云，你们不来，倒是派了3个白痴来扰乱我的封禅大典，可是没将我放在你们眼里呀！滚开！王家、王敬天、赵家、赵青山、刘家、刘曼云，拜见天师大人。家主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3位家主，你们为什么要跪他呀？他就是一个秦家赘婿，你们难道真的相信他是蛇刀门主？放肆！天师大人，其实你们可以侮辱他。他的声音就是金色蛇刀令内的声音，才能拔出天罚之刃，安然无恙。他就是天师大人。家主，给我闭嘴！属下御下不力，还等天师大人责罚。怎么会这样？楚尘哥哥，他们竟然都对你跪下了。你在蛇刀门也不是个普通弟子吧？放心吧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你没有看错人。可是，即便如此，你冒充天师大人也不太好吧？天师仅仅是个称谓，我蛇刀门向来门人稀少，人人都可担得起天师之命。你们3人派出的3大代表，口口声声要打杀于我，诛我9族，这就是你们3大望族对我的态度。还不赶紧跪下，给天师认错！天师大人，我等错了，我等皆是被虚名所误导，事情才落到如此地步，才酿成大祸。一切都是误会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我等怎么可能会对天师大人不敬了？我等知错，求天师大人正法。你们可是江省3大望族呀，王权贵族都得以礼相待，我可不敢责罚。3个，你们怎么敢啊！从此以后，再是我王家之人，你也一样。滚吧，家主！逆子，这都是你干的好事。 3位家主，你们3家成为江省望族已经很久了，他一个秦家赘婿，不过20多岁，怎么可能会是天师大人？天师大人看的是实力之地，而不是年龄。你一个小小的江城总督之子，也配质疑我们？等一下，你们3个就这么走了？ 甘心你？别说他楚尘不可能是天师，就算他是天师，我也依旧能让他死。留下来跟我一起，从今以后，我们3个就是江城3大望族新的家主。好大的口气，徐总督，
你自认为你徐家比我三大望门还强吗？徐明，你被我逐出徐家，他的所作所为均与我徐家无关。这个窝囊废！记住，今天不是你把我赶出徐家，而是我将取代你，成为徐家之主。继子，徐明，我可真是小看你了呀！没想到你竟有如此胆气。不过我很好奇，究竟是谁给你的信心，让你妄图挑衅赊刀门的权威？我们虽不甘心，可你只是徐家之子，又拿什么和三大望族斗？更别说是动赊刀门了。凭什么？就凭这个战神令？你怎么会有战神令？大夏有4大战王镇守一方，只有郑北前一位战神，实力超群，举世无双。你如何会有他的战神令？郑北前是我舅舅，舅舅膝下无子，我是他唯一的侄子。这块令牌就是他亲手交给我。现在你们说我有没有资格？义子，你害了我徐家不够，还要害了你舅舅吗？够了！当年你娶我母亲的时候，舅舅便看不起你，是你自己抬不起头，不愿跟舅舅来往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可是他唯一的侄子。为了一时的面子，有现成的大腿不抱，简直愚蠢至极。没错，有战神在，三大家主的位置的确该放，都要反了不成？家主之位，能者居之，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取代之。现在有战神的这根线，相信有更多人会站在我这一边。战神郑北前见我，依然得跪地俯首。如果这是你最后的底气，我劝你还是省省。是谁大言不惭，敢侮辱战神大人？将军，我舅舅他今日不来吗？徐少，战神大人有事耽搁了些，正在赶来的路上。好，这位是，给3位介绍一下，这位将军是战神麾下第一战将，实力仅次于4大战王。将军大人，刚才是谁敢让战神大人下跪？可敢当着我的面再说一遍？我说的，别说你这区一枚小将，就是战神郑北前带着4大战王过来，见着我依然得跪下找死。大将军，他身边那个女人密诏击败了徐家的大宗师，你要小心一点。大宗师而已，我杀之如土狗。不过你能一招击败大宗师，倒是证明有几分实力。看着你倒是有几分姿色，若是来我麾下贴身侍奉，我便饶你。将军大人看上是你的福气，还不快弃暗投明？就好比跟着这个废物赘婿一起送了命的强。萤火之光怎配与日月正辉？就凭他，连给主上提鞋都不配。牙尖嘴利，那我就把你的牙齿全部拔掉，然后再纳入麾下。将军，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吗？我劝你最好不要自误。敢对天师动手，有几条命？滚开！好厉害！看来主人这就死定了。这一切都是他自找的。欺外放无耻，这就是苦练习。我等还是退远些，免得被波及。敢对我出手，狂妄不知！将军，怎么可能？我可是战将修为，实力不说4大战王，怎么会连你一招都接不下？区战将，蝼蚁罢了，一个手下竟然如此厉害。楚尘，你到底对我隐瞒了多少？我从未对你隐瞒过什么，只是你从来都不信罢了。敢对主上出手，死！等等，我可是战神麾下的第一战将，今天你们若是敢动我，谁也跑不了。楚尘，你若敢杀他，不怕得罪战神大人吗？天师大人，别冲动，我们在来的时候就知道战神郑北前正在过来，您现在势单力薄，三思而后行啊！没错，战神大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你若敢杀我，战神大人绝对不会放过你。郑北前，若不是当年赊刀之故，他现在还是一名边疆的小卒呢。他又能奈我何？
你对龙力将军动手已是死罪，还敢侮辱战神威严！今天就算是国主亲临，你也逃不掉！龙力，莫非你是上京龙家之人？莫非你是上京龙家之人？没错，小第一是叫龙家，敢跟龙家作对，在下楚城死定了！龙家。池儿，无论如何你都不能发出半点声音。快快！龙长，我楚家和你龙家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灭我楚家？你楚家挡我龙家的路了。龙家人都该死！何须主上亲自出手？这就杀了他！退下！15年前，你龙家灭我楚家上下36口，这个仇必须要用你龙家的血来偿还。15年前，原来你就是楚家余孽呀！当年让你侥幸逃脱，等战神大人来了，正好送你们全家团聚。原来当年楚家覆灭是龙家所为。没错，楚家已经覆灭，就算知道是龙家所灭又如何？因为谁敢帮楚家说话，就是和我龙家作对。楚家的血海深仇，龙家必须血债血偿。你敢！我大夏龙家传承1000年，被国主亲封为大夏国师，乃大夏第一世子。哪怕我只是龙家旁系，战神大人也得给我几分面子。如果我今天有什么3长2短，这里都要给我陪葬。大夏国师一直以来都由赊刀门门主担任，而你龙家预谋此位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什么狗屁赊刀门，一个装神弄鬼之地，一帮子封建迷信之徒罢了，算得我什么东西？怎能比得上我龙家？赊刀门乃我大夏第一玄门，赊刀镇狱，护佑大夏。你龙家算个什么东西？根本不配与我赊刀门相提并论。楚晨，个人的勇武永远也比不上大家族的底蕴。白凤再厉害，还能比战神大人厉害不成？没错，以龙家的实力，随便动动手，你现在过来，立刻跪下给龙力将军认错，然后再把那个女送给龙家人，说不定龙将军一高兴，还能饶你一命。龙家，大夏第一世家，我会摧毁你整个龙家，让你们日日夜夜跪在楚家坟前，告慰我楚家36口在天之灵。你若敢对龙家人动手，这大夏将再无你的容身之地。滚开！战神大人到！何人如此大胆，敢动我的人？活腻了吗？战神大人，您总算来了，您可能差点就见不着我了。舅舅，是江州秦家的废物赘婿，为报复秦家，来这里大闹封禅大典，而且还打伤了龙力将军，这是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啊！甚至还扬言说您见了他都要给他跪下，简直嚣张至极！还敢让我下？你好大的口气！这小子嚣张跋扈，若不是手下有一个高手，我们早就拿下他。战神大人亲至，就算他们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是您的对手。战神大人，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自从我成为战神以来，好久没人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。郑北前，13年前，我师父看你有统兵之能，爱国之心，忠君之意，方才将这镇北王刀赊于你，让你镇守北疆。可如今期限未至，你却擅自离开，该当何罪？你怎会了解此事？你是赊刀门人，舅舅，他是冒充的，而且他冒充的还是赊刀门主。胆敢冒充赊刀门主？郑北前，难道你也要像他们一样是非不分，自掘坟墓吗？郑北前，还不跪拜！你怎会有金色赊刀臂？楚晨，看你
是得了失心疯吧？敢让我舅舅上去拜你，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居然敢让堂堂战神！看来你还没有忘记自身的这身实力是从何而来的。舅舅，你为何要拜他？你可是战神啊！蛇刀战象，见蛇刀臂如见人，我这一拜，拜的是蛇刀臂。原来如此，舅舅，这蛇刀臂定是楚尘偷的，你一定要拿下他。金色蛇刀臂一直由蛇刀门主亲自保管，又怎会被偷？他与蛇刀门定有联系。楚尘哥哥是蛇刀门的高层，蛇刀臂才不会是偷的。舅舅，你有所不知，2天前他还只是秦家的一个废物赘婿，被秦家赶出家门之后，今天就将身子变成为天师大人，这怎么可能？今天封禅大典，蛇刀门主可曾亲自出现？未曾出现。只有这个假冒的天师，你们一个个全都眼瞎心盲。天师大人就站在这儿，你们竟然还在顾左右而言他。他们心里其实有数，只是不敢相信，不愿面对罢了。如此，这小子要么是这任蛇刀门主，要么就只是蛇刀门的一员。不管是哪一个，都说明囚笼脱困的时机来了。混账东西！竟敢偷盗天师大人的蛇刀臂，冒充天师大人，真是好大的胆子！你当我们都是傻子不成？放肆！你现在跟傻子有什么区别？你怎么说话的？敢这么跟战神大人说话？真以为你有几分本事就举世无敌了吗？战神大人举世无双，你在战神大人面前算个什么东西？找死！郑北前，装傻充愣，你也逃不过你的蛇刀战。你打算确定要背信弃义了吗？天师大人实力强大，举世无双，我也正好验证一下，你到底是天师大人，还是欺世盗名之辈？你手中这镇北王刀是从我蛇刀门赊出去的，若打算对我出手，便是违背了当初的蛇刀之约。违约者天验地气，必遭天谴。你确定要对我出手吗？楚尘，扯出天谴来吓唬人，还不快滚下来给我们在座的各位磕头求饶？说不定我一高兴，还能让我舅舅饶你一条狗命。楚尘，别以为你用不知道哪来的蛇刀臂就能唬住所有人。徐少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还不快跪下求饶？没错，少一副那为我着想的模样。你只是不愿意承认，你所抛弃的人是你心中最受尊崇的人。你少自以为是了。我只是不想让你这种人去玷污了天师大人的名声。不识抬举，等战神大人出手，你们就死定了。战神大人，楚尘你可以杀了，但是他旁边这个叫白凤的，还请大人废去他的修为留给我。他胆敢伤我，我要玩死他！你这恶心的扒手，看你眼睛是不想要了。看来打断你的4肢还不够，得打断你的5肢，才能让你老实做人。有战神大人在这儿，你能奈我何？不知所谓。今日谁也保不了你。我的人还轮不到你来教训。郑北前，你作为大夏战神北疆统帅，却认这样的淫邪之辈为将军，任由他嚣张跋扈，一样有罪。这什么东西，也敢怪罪战神大人？龙烈将军贵为龙家人，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在我面前，他唯一能做只有忏悔。竟敢无视我，找死！你尽可试试，天劫反噬之下，你将灰飞烟灭。对他出手，我就有种心悸的感觉。明白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杀了你！啊！舅舅，他敢当着你的面打龙烈将军，真是无法无天！不识好歹，不知死活！战神大人，杀了他！杀了他！你们在教我做事吗？大人，我要他死！真当我不敢杀你吗？郡主大人到！住手！郡主大人到！郡主驾到，还不跪下行礼。拜见郡主，请起。见过郡主。今日之事是我和楚尘之事，您为何阻？谁说与我无关的？楚尘是我未婚夫，他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什么？未婚妻？此事我不知道。花心大萝卜，居然都找上门了。楚尘，怪不得你那么快离婚，原来是已经找好了下家人。你这个吃软饭的小白脸，你已经有了未婚妻了，为什么还要带着我们家晚秋？郡主，你我之间素不相识，何时与我来的婚约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作为你的未婚夫，他自己都不知道。郡主大人，我不知道
你为什么要救他？但是拿自己的婚姻做幌子，你就不怕丢了自己的名声？我这么说自有我的根据。我堂堂大夏郡主，还没有到随便找个人就嫁的地步。楚尘，你可认识这枚赊刀币？红色赊刀币。赊刀门债务分明，黑色为债，红色为恩。你手上既有这枚红色赊刀币，想必赊刀门是欠过你一个恩情。不过自赊刀门成立以来，欠下的恩情寥寥可数，而且早已全部收回。你手中这枚，又是从何而来？这是你师父给我父亲的红色赊刀币，赊刀门必将答应他一个请求，只要不违背江湖道义，赊刀门必将全力以赴。我的要求是，让你娶我。这郡主是秦王府的唯一子孙，如果成为驸马以后的孩子将继承王府，成为公爵，一步登天呀！哼，我们天师大人是何等人物，怎么可能会去入赘？可从刚才的话语来看，他就是秦家的赘婿，这天师的身份，恐怕也未必保证啊。不好意思，郡主，这个条件是我无法答应。楚尘哥哥，你竟敢拒绝郡主大人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这样的好事，他居然拒绝，这种好事要说到我身上，我怕做梦都要笑死。他怎么敢拒绝？郡主，我若见异思迁，为了攀上亲王府的关系，舍弃晚秋，那这种人，郡主愿意嫁吗？值得郡主嫁？若放他人，我自是不愿。可此事发生在我身上，所以我需要你抛弃他，跟我在一起才是你最正确的选择。你堂堂郡主，你有什么样的驸马没有？干嘛非要跟我抢楚尘哥哥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会娶你，也不会去当什么驸马。你若是信我，我可以看在红色赊刀币的份上，为你卜算天机，另立良缘。不必，我必须嫁给你，你也无需入赘。至于他，我许你纳入房中做妾。我拒绝，这个条件是我不能答应。郡主，还是换一个条件吧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呀你啊！郡主，既然他不领情，您又何须纠缠？今日他只有死路一条。放肆！你敢！郡主，既然他不愿意娶你，那说明你们两个并没什么关系。您若继续阻止，就过分了些。郡主，你贵为千金之躯，为何非要屈身于一个被赘婿？秋月，找嘴！楚尘是我未婚夫，岂是你能侮辱？郡主大人，您这就有些过分了。我侄子只是实话实说，他何错之有？他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就该教训。怎么？你有意见？在座的各位，无论你们与楚尘有什么恩怨，从今天起，敢对楚尘动手，就是与我陆云熙为敌。还真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呀！这走到哪都能吃软饭，吃到哪。晚秋，你还不快过来！难不成你想给他当小了啊？小青，你的好意我心领，但你这个要求我实在不能答应。你我并不相识，而你此般贸然前来，说要嫁给我，想必背后另有隐情，也并非你内心所想。郡主，你还是换一个要求吧。此时此地不方便明说，你我需找一处安静的地方。今日云溪郡主可以离开，他楚尘不行。哦，你要拦我？郑北前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楚尘冒充天师，扰乱封禅大典，还擅自打伤龙力。我若是放他离开，我拿什么跟赊刀门主交代？又拿什么给龙家交代？楚尘本就是天师，何来冒充之术？至于龙家，龙家又算什么东西？告诉龙家，让他们洗干净脖子等着，我自会亲自上门拜访。来吧，在。先把他给我拖下去，关起来。不要！剑神大人，剑神大人，救救我！我不能被带走，我不能被带走啊！我看谁敢！万般权势赊刀起，背信弃义，天罚重。怎么，你当真敢对我动手吗？每当对他动手，都有种被死神盯上的感觉。对付他，不能由我亲自动手。不敢，还不退下！看在云溪郡主的面子，饶你。不过龙力的事，我会亲自上报给龙家。
你就等着龙家的报复。我们走。龙家人不会放过你。妈，我们也走吧。走。主爷，我知道错了，这一切都是家主的命令啊！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带下去。天师大人，今日之事皆是那逆子之错，我这就回去将他逐出徐家。这是我特意为天师大人准备的礼物，流落海外的阴阳八卦镜，来往天师大人笑纳。你们四个管教不力，命中必有一劫。还请天师大人相助。不过念在你们悬崖勒马，没有背信弃义的份上，赊刀门我再次赊刀你，再保荣华3人。不过以后赊刀门若有所需，尔等务必鼎力相助，不得违背。谢天师大人。他就只是个废物，郡主为什么要嫁给他？凭什么？谁说不是呢？也不知道这个郡主是怎么想的，竟然要嫁人。可惜了，没能见到赊刀门主，都是那楚尘给破坏的。这你们说，这有没有可能楚尘就是赊刀门天师？不可能！仗着郡主撑腰，竟敢如此胡作非为。对，那个白凤一定是郡主派过去让洪楚尘的。就这样一个高手，他才敢如此胡作非为。没错，我可是见过2次赊刀门主的。天师大人何等伟岸，岂是那楚尘的窝囊废所能比的？而且门主的天师道袍还是我亲手送过去的，楚尘身上穿的根本不是那件。今天赊刀门门主为谢，让这小子战见不到，真是可笑。圣人大人，徐少，我们3个能不能掌管3大望族，可就全仰这2位大人。舅舅，3大望族势力庞大，资产丰厚，若是能扶持自己人上位，对咱们也有好处。还请舅舅帮他们吧。多谢战神大人。徐明啊，龙家一直想要拉拢我不方便直接投靠龙家，你去接触一下龙家，记得一定要见到国师大人，得到他的承诺。好，舅舅，交给我，你放心吧。郡主，眼下没有外人了，有话不妨直说吧。不必客气，楚天师叫我云溪即可。郡主还是说正事吧。我亲王府遭人陷害，勾结外族，有人意图染指我大夏江山，若不是国主顾念手足之情，早将我们问斩了。我父王现在被严加看管，无法自证自己的清白，所以他想用赊刀币让你娶我，让我好脱离这个泥潭。原来如此，令尊的意思是借用我的身份保你一命。的确如此，赊刀门神秘无比，无所不能，也只有你能够证明我亲王府的清白。竟然还有人敢陷害你亲王府，这胆子也太大了吧！我亲王府无意染指皇权，尤其是我父王膝下没有男丁，更不会觊觎那些不该染指的东西。我竟不知道是谁这样陷害我亲王府。那些人也太可恶了，那些人当真可恨。那不如这样吧，郡主，你虽有红色赊刀币，但我眼下却无法娶你为妻。不过，你既然肯定亲王府没有做过此事，那不如将要求换作调查事情真相，如何？可以，只不过留给我们亲王府的时间不够多了。楚天师，还请你尽快还我们一个清白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我已远离上京多年，对亲王府知之甚少。郡主，不知你是否有什么线索或者猜测？毕竟感动亲王府的人可是非常少的。我倒是没什么线索，若说猜测，我怀疑此事与龙家有关。龙家，我必灭之。若龙家当真跟亲王府有关，那我正好和你还你亲王府一个清白。龙家势力庞大，又笼络了朝廷不少官员，而且现在身居国师之位，还是极难撼动的。龙家都那么强大了，那为何还要除掉你们亲王府呢？
亲王府因无男丁，因此是绝对的保皇一派，深受国主器重。若龙家真有此意，肯定是觊觎那至高无上的位置。他们竟然要谋反，不排除这种可能性。我亲王府所有的权势来源于国主，现在国主对我们生疑，亲王府现在势单力薄，是无法与龙家抗衡的。再加之射刀文销声匿迹这段时间，龙家更是占据了国师之位。楚剑师，你可有什么应对之策吗？放心吧，国师之位向来因果极重，不是什么凡夫俗子就能担得起的。待我重返上京，所有的疑云必将烟消云散，水落石出。徐少，你不是带我去觐见国师大人吗？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来带你看一出好戏。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是亲王府的府邸。楚尘他就是背靠郡主才能如此行动。但是今天亲王府要垮，郡主也即将成为阶下囚。作为陆明熙的未婚夫，楚尘他也逃不掉。真的吗？那楚尘就是一个祸害，谁沾上他谁倒霉。我秦家有今天的窘境，都是因为他所害的。而且今天国师也会出现，亲自推算亲王府的罪证。只要攀上了国师大人，前有国师，后有战神，这上街就必有寻名的一席之地。雪柔，只要你嫁给我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以前的小小的秦家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徐少，毕竟我为秦家付出多年，我不想放弃。等徐少功成名就后，只要稍微的服侍一下我们秦家，雪柔就能进京了。雪柔，这么说可太简单了。姐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晚秋，你怎么还跟楚尘待在一起？难道你真要给他缩小吗？我秦家的脸真是被你丢尽了。我没有，楚尘哥哥不会娶郡主，他只会娶我一个。楚尘，看来你也知道郡主要玩了。既然迫不及待的撇清关系，你还真是一个无耻的渣呀！不过你作为陆云熙的未婚夫，已经人尽皆知，不是你说无关就无关。今天逃不掉。有我在，亲王府依旧还是亲王府。滚开！你嚣张什么？等你成为阶下囚的时候，我要把你舌头割下来，让你生不如死。晚秋，过来！亲王府今天就要被抄家，所有跟亲王府有关的人都要抓起来。你现在跟楚尘分开还来得及。我不，我就要跟楚尘哥哥在一起。晚秋跟我在一起，我定会保他一世周全，就不劳烦你们了。楚尘，你够了！你背后的靠山都已经沦为阶下囚，你自身都难保了，拿什么保护我妹妹？靠山，我自己便是自己最大的靠山，从来不是什么郡主、亲王府。收起你们的自以为是吧，这样只会让我感到恶心。你自己可笑，你以前靠秦家养你，现在靠郡主，你除了会吃软饭，你还会老子我要杀了你！看来给你的教训还不够。楚尘，你可知你在做什么？徐少现在是代表战神大人，还有龙家的座上宾，你这完全是在自寻死路。傍上龙家才是你们的寻死之道。我劝你们趁早远离祸根，否则只会引火上身的。楚殿师，里面请。走吧，这些条条生手，不许。可恶，气死我了！陆明家带人过来，一定要他好看。郡主大人，楚天师，秦小姐。今日的亲王府，如今看来有些冷清啊。亲王府如今深陷泥潭，其他人早已离去了，也只有秋月一直在我身边，不肯离去。郡主，你我自幼一起长大，秋月才不会抛弃你离开。况且有楚天师在，我们一定能够安然无恙。今天国师会亲自到亲王府，推算出我父王与外族勾结谋反的证据，是生是死，全部仰仗楚天师了。国师是龙家的人，若陷害你的也是龙家之人，那证据岂不是任由龙家捏造？没那么简单，如此一来，定会令国主生疑，使其他世家忌惮。所以，这个证据应该早就被放入府内，再由他们光明正大的搜出。东西在哪儿？推演算卦、卜算天机，也是射刀门的必修之功。他们这点东西，在我面前还不够看。天地无极断骨形，
掌中日月测乾坤，阴阳八卦知天命。是。玉壶春瓶，郡主，我这就去拿出来。慢着，对方是有备而来，光将东西拿出来还不够，换点特别的东西进去。什么东西？郡主，借用说话。你先在此等候，我马上回来。你们做什么？这里可是亲王府，赶紧滚出去！你一个丫鬟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说话？陆云熙呢？还有楚尘那个废物呢？躲到哪儿去了？赶紧给我滚出来！混账！你们在做什么？堂堂郡主竟然与他人白日宣淫，真是好雅兴啊！放肆！再胡说八道，就有人打断你的嘴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可知这里乃是亲王府？当然知道，抄的就是你亲王府。这位是龙少，龙家少主。你又是什么人？敢动我看中的女人，你想好怎么死吗？龙少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秦家赘婿，楚家云影。原来就是你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。既然来了，那我就送你去跟全家团聚。龙家少主，你今日若是死了，龙战肯定会来的吧？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敢咒龙少？小地方来的乡巴佬，不知死活！你又是何人？我跟龙家之事与你何干？上京孙家，孙鹏，我此来代表正行殿。上京李家李轩，我此来代表的是明理殿。明理殿，明察秋毫，不偏不倚，只看真相。有罪者才交付于正行殿，明正典刑何时需要一起出动？尔等有罪，明理殿只需过来走个过场，就直接交由我正行殿处置。今日我一定让你好好享受我正行殿的18般苦刑。没有调查，没有证据，就敢直接定罪，还有天理，还有王法吗？我的法就是王法，进了正行殿，是死是活，说了算。明理正行二殿落到你们两家手，真是大下不幸。看来你们两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没想到有人比我们3个还多，真是有趣。把他给我拿下，舌头割了。够！你们还没有找到我父亲谋反的证据，国主的圣旨也没有下来，亲王府依旧是王府，还轮不到你们几个在这要不了杯子。陆云熙，这个贱人，我给你机会，让你还2天，给你脸了是吧？你竟然去找一个废物赘婿，等我来求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去求你。我与云溪郡主只是做个交易，既然他可以不用去求任何人，又何须去求你呢？好一个交易！你那么喜欢交易是吧？那我就把你送去教坊司，让你好好教育。早就想享受一下啊！每次看到他那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，我就有点冲动啊！你们无耻、恶心！脑子不好，那就去治治脑子，别一脑子的污秽东西。别说亲王府不会谋反，即便是真的谋反，那云溪郡主也落不到教坊司那种地步去。我们想让他落在哪，他就得落在哪。抓人的时候，等我们享受完了，然后把陆云熙的给放不就完事了？郡主陆云熙接受不了事实，选择了自焚。侍女秋月收入教坊司，就算去的人都知道她是郡主，可又有谁会说出去啊？大胆！你们怎么敢呢？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好了，郡主，有我在，别说什么死不死的。看来你们已经是惯犯了，那你们如果继续存在下去，不知道接下来还有多少受害者呢？那你又能怎么样？我就喜欢别人看不惯我，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一个将死之人罢了。哟，你身边这位小美女看着也不错的样子啊！我会打断你的四肢，让你看着你享受。你他妈，你敢打我！我弄死你！你们都他妈废物吗？
看到老子被打了，给我动手 ！boss， 我看谁敢！陆云熙，很好，我小姨马上就到，等她寻到证据，看你怎么阻拦我。那等你找到证据再说。楚尘，你是第一个敢对我动手的人，我今天就要让你为这一巴掌后悔一辈子。李正德、孙无惧，废物成什么样子，才能教出来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？李正德、孙无惧，滚来见我！李正德、孙无惧，滚来见我！什么东西？还敢叫我们滚过去？蛇刀门已经没落了，如今是龙家的天下，紧跟龙家，我们就会应有尽有。你敢直呼我爸的名字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吗？你怕不是疯了吗？啊！你敢让我爸滚过来？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两个欠债之人罢了。欠债？只有我们找别人要债的份儿，谁敢找我们讨债？我们李家跟孙家家财万贯，权势滔天，会欠你的债，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赊刀斩乃是血气，不管你们承不承认，都逃不掉。又是赊刀币，楚尘，到了上街还想装作天师不成？胡说！这些赊刀币才不是假。楚尘哥哥是赊刀门的高祖，你赊刀门有，如今的国师是我小姨，在我们龙家面前，赊刀门又算什么东西？国师之位，他也敢要？他根本就承不起这国师之重。现在是你们龙家担着，但即便如此，龙家也担不起。因此，我们龙家的报就要来了。是你的报应到了，楚尘，郡主已经自身难保，再也护不了你。龙家、李家、孙家，每一个都是上京独霸一方的存在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李正德、孙无惧，他们3分钟不到立即奉命，而你们龙家自己作死，遭天谴。至于你，虚名，如今你已是印堂发黑，神仙本就，竟敢咒我！我实话实说。楚尘，你别再招摇撞骗了。这里是上京，他们每个家族都手眼通天，就算你是赊刀门的人，又如何？依我看，3个小时，我爸还有孙叔都是不可能来的。3分钟早就过了，他呀，也就只能吹吹牛。喂，爸，您这会儿干嘛？在家跟你李伯伯喝酒呢。怎么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没事，碰到了一个赊刀门的傻子。没事，你们吃好喝好吧？啊，装的跟真的一样啊！我差点就信了。背信弃义者，天诛地灭，他们是在找死。谁打来的电话？孙鹏那小子打来的，说是遇上一个赊刀门的傻子，与我同时吐血，难道是赊刀门？刚才击死了赊刀令，赊刀门主。可恶！龙家不是说已经帮我斩断赊刀血气了吗？为何我们不听令，还会受到反噬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再不去，我们得死在这儿。我们死不死我不知道，但是你肯定比我们先死。龙少、李少、孙少，何必跟他废话？等国师大人拿了证据，看还怎么嘴硬。不出一盏茶的功夫，孙家、李家必将覆灭。尔等嚣张跋扈，在李家、孙家倒台之后，你说那些曾经被你们欺负过的人，能放过你们吗？少在这里危言耸听了。李家掌管明理殿，孙家掌管正贤殿，现在除了国主，谁还能撼动孙李两家？我们跟龙家是世交，有国师大人的诏符，
什么狗屁天谴，根本无法撼动我们一根汗毛。是。这天谴不是来了吗？胡说八道！这肯定是李少气血旺盛，被你气的气血攻心才会吐血，不然孙少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你对我们做了什么？我说天谴将至，现在可信？这不可能！李少、孙少，别听这小子胡说八道，一定是你们之前被他打伤了，这体内有淤血，现在才会发作。真的？我觉得确实如此。龙少说的对，我相信许少一定是刚才受的内伤。看来这小子本事倒不小。来人，给我召集一些真正的高手。是。可笑！李正德、孙无惧们来，你们的反噬只会越来越严重，所有血气都将受牵连。明理殿李大人，正行殿孙大人到。李叔、孙叔，拜见李大人、孙大人。哼，爸，你可算是我了，快帮我教训教训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！发生什么了？这个陆云熙，他找了个帮手，敢阻止我们抄家。爸，孙叔，这小子动手打了我们，你们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敢动我儿子，你好大的胆子啊！欺负到我孙家头上，是我孙家没人了吗？还是我孙无惧提不动刀了？孙叔乃至正行殿第一大帮手，实力不输四大长，有孙叔在，定能帮我们除掉这口王莽。李正德、孙无惧，见我还不跪下？人，我看你是疯了吧！李大人、孙大人亲自过来跪下迎接，居然还敢让两位大人给你下跪！让他们跪，其实是在给你们机会。跪，还有一线生机；若是不跪，必死无疑。我孙无惧是掌管正行殿，只有国主能让我下跪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让我跪下？爸，我实在忍不了，快帮我拿下他，打断他的四肢，不让他日日夜夜跪在我们家门口。李正德、孙无惧，你们看看，那是什么？蛇刀臂。这金色蛇刀臂，你是蛇刀门的人？顺天者生，逆天者亡。你们两个违背蛇刀血气，背信弃义，天谴已至。求天师大人饶命！爸，您这是干什么啊？爸，你们怎么可以给他下跪啊？你们两个也过来跪下，求天师大人原谅我们跪下！我不跪！什么蛇刀血气，什么天师大人，都是狗屁！让我给他下跪，不可能！天师大人，逆死让我给惯坏了，求天师大人原谅。天作孽，有可恕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他们俩嚣张跋扈，目无法纪，本身污秽，罪行累累，天理难容。不许我亲自动手，自有天收。少在那危言耸听了。李叔、孙叔，蛇刀门已是过去了，你们身上的蛇刀血气也早已被姑姑承去，无需下跪。可刚才蛇刀令召唤，我们魏族就立刻得到了反噬，口吐鲜血，这怎么解释？什么？爸，你们刚才也口吐鲜血了？没错，我身强体壮，若不是这天谴所致，我怎么会吐血？还不过来跪下！真是饶命！真是饶命！我还不想死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蛇刀血气不是已经被国师大人斩断了吗？怎么还会受到反噬？你是骗我的！你是骗我们的，是不是？没有骗你，这的确是我姑姑亲自斩的。当时李叔和孙叔也是在场，当时确实心中有感，可现在遭到反噬，也是真的呀。蛇刀血气，以灵为媒，以血为气，天地之间，除非尔等身死道消，否则
永远的。这样，不过贵为国师实力强大，玄门术法无一不精，他一定不会骗我的。一定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是我又如何？蛇刀血气根本不可能被斩断，它只是蒙蔽了天机，暂时隐藏了你们身上的气机而已。可对我而言，屈指可破。你不是说他就是个废物赘婿吗？能破我姑姑的术法，在蛇刀门里也绝不是普通弟子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少，我绝对没有骗你。他在江庄就是一个吃软饭的废物赘婿，而且还被秦家赶出了家门。这是他的前妻，他可以为我作证。没错，徐少说的对。身边的人都不了解，简直就是个废物。苍晨，不，天师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千万不要让千田降临啊！现在知道错了，放死了。我们都已经跪下求饶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天启，这才刚刚开始。你真的要赶尽杀绝吗？玄门蛇刀万般战，背信弃义，天罚众。不是我要将你们斩尽杀绝，是你们的所作所为，将你们自己逼上绝路。看在血气的份上，本想给你几分面子。现在既然要赶尽杀绝，那就不要怪我们了。我们两大家族手下高手无数，加上我们多年积累的财富，你要是不切出我们身上的天谴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楚尘，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非要搞得天翻地覆，你才肯罢休吗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像他们这种人渣，早就应该死在天谴之下，而如今不过是顺应天命罢了。姐，你就别再跟他们搅和在一起了，过来跟我一起。有楚尘在，秦家可以轻易恢复到之前的荣光，甚至更好。他就算是蛇刀门的人又如何？也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货色。徐少背靠战神，手下拥有千军万马；龙少背靠国师，位高权重。你呢？比起他们，你不过是个废物罢了。不是这样的。晚秋，放弃吧，你心中所谓的姐姐，已经被金钱和权势腐朽了心智，你劝不回来。楚尘，我劝你还是听雪柔的话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孙李两家实力强大，若是你不收回天启，那他两家的反扑也不是你能够承受的。你这是在威胁。若我们没了退路，我们什么事都是可以干得出来的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这个天谴，你到底是撤还是不撤？血气以为天谴已至，就凭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死10遍都不够，还要妄想我被你们逆天改命，简直是做梦！既然你想让我们死，那我就先杀了你！都来！孙无惧，亲王府内休得无礼！滚开！连他不死，我就得死！杀了他，也许我还有一丝生机。别说你个将死的亲王，就是国主亲至，也拦不住我！郡主，晚秋，你们先退下，他根本奈何不了。嘴硬的人我见过，但是像你这么嘴硬，还是第一个。孙叔掌管正行殿，手下这把大刀，斩首无数，对付那是轻而易举。正行刀，你当真要用这把刀来对付我吗？一刀失手分，2刀会神躯。小子能死在此刀之下，也是你的荣幸。这什么情况？我可是有战王实力！战王实力，还想用我蛇刀门射出去的刀来对付我，真是愚不可及。这把刀，你已经不配用了。
我父亲都背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还不想死啊！龙浩，龙少，赶紧让国师大人救救我们啊！别慌，我姑姑就在来的路上，她一定会想办法。国师大人能为你们遮掩一次天机，就能为你们遮掩第二次。等国师大人到了，一定能够救你们一命。哈哈哈哈哈！国师乃玄门高手，实力不输射刀门主，他定能帮我们逆天改命。天罚之下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你不行，不代表国师大人不行。你一个射刀门的小喽啰，如何能跟至高无上的国师大人相比？那我就拭目以待。国师大人到！拜见国师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国师大人。姑姑，你可算来了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求国师大人出手相救。李大人、孙大人，你们先起来说话吧。谢国师大人。他们两家欠下的蛇刀债，现在深受天劫所害，救救他们吧。我明明已经为你们遮挡了天机，为何还会如此？国师大人，你遮掩的天机被那小子给识破，还得请您再度出手，帮忙遮掩一二。天谴已经锁定，任何人想要帮其遮掩，那就必承其阴。你问问他还敢吗？你是何人？蛇刀门楚尘。原来是蛇刀门的人，怪不得可以破我的术法。不过现在已经不是你们蛇刀门的天下了，从今往后，天下玄门以我天野门为尊。楚尘哥哥，天野门厉害吗？你是他们的对手不？天野不过是我蛇刀门的手下败将党，只因我师父消失了一段时间，他才敢出来蹦我一下。放肆！我姑姑可是天眼宗的宗主，你蛇刀门算什么东西？都不配跟我姑姑的天眼宗比。那我们就以他们两个身上的蛇刀血气打个赌吧。就赌，谁怕你还不配与我赌，我是要跟他赌。天眼宗宗主，你敢吗？我是要跟他赌。天眼宗宗主，你敢吗？就凭你那招摇撞骗的把戏，也敢跟国师大人对付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？一个江州的赘婿，拿什么可？你配？国师大人位列三公，身份格斗高一，更何况他是龙家人，又是天野宗宗主，你一句话就要和国师大人对赌，你拿得出来相应的数吗？我以整个蛇刀门为名，赌他挡不住天谴，断不了血气。你若输了，便毁你天眼宗封山30年。你可敢应战？我身为你的长辈，若是言语，我胜之不武。况且此事和天道有关，与我不公。你年岁不大，心思却不是。好你个废物，居然挖苦坑在这等着我！好在国师大人慧眼如电，一眼就识破了你的阴谋诡计。怕了就是怕，何必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？他都已经放弃你们两家了，你们现在还在为他说话，这真是愚蠢至极。国师大人在我们面前，岂会放任我等一步？有国师大人出马，天启谁属可破？国师大人，你说是不是？血气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想要避开天谴，也是没有办法。听到没？你做不到的事儿。哦，那他又为何不肯答应与我对赌呢？国师大人只是不屑与你对赌，说是答应你传出去，别人还以为天有大欺小呢。还是拿我们国师大人出手相救。我倒是很好奇呀，你究竟能有什么办法？天谴之下，就算是整个龙家的命的钱，那都是不够的。不过，今天就让这个乡巴佬长长见识。血气之威在于血液，只要换身血液，天谴的威力便会减少许多。到时候
我再布下瞒天之术，便可安然无恙。啊！要换全身的血，这怕是不好办吧？我还以为是有多厉害的本事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。别说，师叔，现在办虽然是麻烦些，但还是行。我们快准备。对，爸，我们赶紧走。你们真的以为会起到作用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他知道你们马上就要完了，这是在打发你们。可惜呀，你们都已经大祸临头了，还不自知。一看不厌。天法一致。什么？你家被锦衣殿给围了？什么？锦衣殿抽象？什么情况？喂，哎，我说过，用蛇刀寨得来的荣华富贵，你们迟早会全部失去，全部家散人亡。我是大人，救救我们！现在只有你们救我们呀！是，龙少，赶紧让你们龙家出面，先挡住这锦衣殿呐！哎，龙少，我们可是最好的兄弟，你一定要出手，救救我们！放心，我们三家一体，你与这家不会坐视不管。你们最后的机会就是杀了。让他们过来送死，你们以为就能撇清关系？不是，我一个人不是他的对手，还得请您出手相助呢。去吧。不过是让你送死罢了。玉兰，国师大人，你要抛弃我们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闭嘴！锦衣殿是国主的人，现在既然锦衣殿已经出动，说明他们两家必死无疑。早点送他们上路，对你我更好。坏蛋，你们竟然敢抛弃我们！龙好，你别忘了我们一起做的坏事，我手上可是有你很多把柄的。龙浩，若是我们有牢狱之灾，也别想跑。龙家竟然如此绝情，那就别怪我们临死之前拉一些垫背的人。将死之人还想跟我们龙家垫背，痴人说梦。这是什么？暂时帮你们救回一条性命，好让你们把龙家暗地的所作所为都给我写下来。那我们是不是就不用死了？还是会死，不过只是暂停一下时间而已。既然还是要死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帮你对付龙家呀？因为你们两大家族今日落到如此田地，那都是因为投靠龙家所导致。若不是违背那赊刀血气，那你们两大家族依旧是上京两大棒子。而现在你们就要亡了，还要眼睁睁地看着龙家逍遥死亡。不行，就算死，我要拉着他们龙家一起。什么？你敢？我们马上就要死了，有什么不敢的？危险！你给我反了不成？我会啊！这一切都是你们龙家害的，斩断血气，他们共享荣光，是狗屁！你们不斩，休怪我们不义。若不是你们龙家，我们也落不到如此田地。尔等罪行，数不胜数。我早已暗自留下了不少证据，你们就等着给我陪葬吧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拉比来！母亲，孙家、李家都没了，要是龙家也覆灭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姐，你还看不出来吗？李成哥哥是有大本事的，所有得罪他的人都不会有好的下场。快过来吧。雪荣，稍安勿动，
我可是战神的外甥，而且跟他们两家也没什么来往，他们也牵连不到我。我们龙家与孙李两家来往密切，他们所知甚多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慌什么慌？你可是龙家少主，遇到这么点事就不冷静，以后还要怎么执掌龙家？好，恐怕没这个机会执掌龙家。看看，强将民女，逼良为娼，占地圈钱，以权谋私，草菅人命，私藏兵甲，罪行累累，数不胜数。你们不死，民心难安；龙家不灭，天理难容。胡说！楚晨，你就是一个楚家的余孽，你说什么别人都不会信的。我信，有李家和孙家的亲自画押，我等会儿就将此物呈上去，直达天听。这一切的前提是你们能走出去。亲王府勾结他国，意欲谋反，今天就是你们亲王府的陨落之日。一个楚家余孽，一个逆贼之女，你们说国主是会相信我，还是会相信你们呀？没错，你亲王府都要没了，你还以为自己是君主？只要将你拿下，楚晨你也跑不掉。你看，他们根本奈何不了龙家，最终还是要落在龙家人手。现在孙李两家已经没了，空缺出来的位置，我们甚至可以取而代之。但愿吧。现在我跟楚晨离婚了，我是越来越弄不懂他。就只是装模作样罢了。若你们打的是这样的主意，那我劝你还是死心。我亲王府没有做出这等事情，又何来证据一说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既然我们赶到国主告状，那自然是有真凭实据。证据在哪？自然是在你们亲王府。此事我们也只是辅助，只知道证据在亲王府，具体藏在哪儿，我也不清楚。这个事我们也帮不了你。想堵住众悠悠，那你们就下手段吧。我倒想看如今的天野到底还有几分本事。我姑姑出手，定是手到擒来，你就等死吧！楚晨，现在跪下求饶，你还有一线生机。若是等国师大人亲自出手，你就真没一点活路了。就跟他来做。牙尖嘴利，天眼之下，一切都将无所遁形。东西就在这个瓶子里，去拿出来。不可能！秋月，去把瓶子拿来。是。站！你们谁都不许动！现在想毁灭证据，晚了。笑！我们若是想毁灭证据，早就毁了，怎么可能还会等到你们前来？那是因为只有亲王才知道这件事情，而我们率先控制了亲王，你们才没有机会消灭证据。来人，将瓶子给我拿过来！放下！陆文熙，现在是要怕，想活跪下来求我！不可能，根本不存在什么证据，一切都是你们的诬陷。存不存在一看便知。你再三阻挠，我看是心虚了吧？他们可都是你们的人，若是他们身上藏着别的东西，故意放进去陷害亲王府，那倒是我们可就真的百口莫辩了。没错，你们不放心我去拿，我们也不放心你们去拿。拿也可以，但不许你们的人去。他们可都是明理殿和正行殿的人，又不是我们龙家的人。你若连他们都无法相信，你还能相信谁？今日我等前来，本是准备帮龙家的。这些人都是我们特意精心挑选的，与其说是明理殿的人，不如说是龙家的人。陷害这种手段，你们龙家最擅长了。提前准备好东西，随便指个瓶子，趁乱放进去，也是极有可能的。两个混账，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再脏的水，也没有你们做的事脏。锦衣殿，我要锦衣殿的人做公证人。锦衣殿乃是国主亲卫，岂是我们能调动？等这件事有结果之后，我自然会亲自跟国主禀告。我看你们就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，好找机会得到证据。我们彼此又信不过，让锦衣殿的人过来，你们又嫌太拖延时间，
那不如这样，找一个跟此事关系不大，现在又在现场的人去，如何呀？谁？他，齐雪柔。我？你跟龙家没有什么关系，你不可能跟他们说东西，而你也算是他们那边的人，不可能帮我，所以你去最合适。不，他是徐明的人，根据调查来看，确实跟这个苏晨公司有关。就他了。去吧，我们也只是找人把瓶子拿出来而已，并非栽赃陷害者，谁去都一样。他们这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雪柔，可千万别拿错了。东西在哪？就在客厅的桌上放着，进去一眼便能看到。龙少，这么重要的证据，他们就摆在床头，这其中会不会有诈？你没听说过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吗？他们一定是刻意为之。这可是你们国师亲自算出来的，换作是我是肯定不会放在这么显眼的位置。就是，我也不，他们真当别人都傻。等证据拿出来的时候，我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何惧之有？这里面确实有东西，只是瓶口太小，看不太清楚。晚秋，证据确凿，你还不要跟他们撇清关系？这里面真有东西，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？谋反之罪可是要株连九族的，这关乎到我秦家的几十口性命，你还不快过来？不会的，我已经跟秦家撇清了关系，就算真有事儿，也不会牵连到秦家。而且，我相信楚晨哥未行谋逆之事，何来谋反之罪？我劝你们不要把自己的想法给我们安上莫须有的罪。晚秋，你简直要气死我了！相信这一个废物，你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楚晨，陆云熙，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瓶子还未打开，你们就给我定了谋反之罪，是不是太过于草率？我劝你们把瓶子还回去，这里面的东西绝对不可能是谋逆的证据。我看你们这是怕了。能不怕？东西一拿出来，他们就是死罪。这个瓶子相当的珍贵，我这么说是为你们好。还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！龙浩，把东西拿出来。这里面真有谋反之物，那我们之前的证据岂不是到不了国主之手了？秦王府应该不会行谋反之事，只怕是龙家早就布好了局，栽赃陷害。不过这个瓶口太小，里边的东西倒不出来。那就把瓶子砸了。瓶子不能砸。我劝你们还是乖乖的把瓶子放回去。如果瓶子碎了，你们可吃罪不起。笑，一个破瓶子而已，我就是砸10个100个又如何？这玉壶春瓶可是国主的御赐之物，你若砸了，就是对国主的大不敬。原来把证据放在这里面是打的这个主意，那看来你们的如意算盘可要落空了。事急从权，国主会理解我。给我砸！好言难劝，该死的瓷瓶碎，龙家灭，也省去我不少工作。装神弄鬼，你们两个死期到了！你们俩期到了！黄马褂，怎么会这样？此物怎么会在这个瓶子里？御赐之物本就珍贵，用它来放置最珍贵的东西，有何不同？我拿玉壶春瓶装什么，还用着你们管？这里面确实有东西，也不知道是谁要如此陷害我秦王府。秦王府的人已经走光了，这个可能是他们临走之前放的，再调查已经没有意义了，先解决掉他吧。这倒不出来，我来吧。好了，现在需要放一些特别的东西进去，越珍贵越好。这玉壶春瓶已经是御赐之物了，
要说更珍贵的，便只有黄马褂了。那就放这个。他们今日来抄家，我担心亲王府会被陷害，所以就把黄马褂穿到我的衣服里面了。啊，我还需要遮掩天机，我背过身子不看。你好了跟我说声。好。锦晨，是你搞的。天野宗龙玉兰，你又输了。损毁御赐之物，还扬言说这黄马褂是造物之物，这就是你所谓的证据。我承认，之前是我小瞧了你，不过你就想凭这个扳倒我们龙家，你还嫩些。你龙家罪行累累，别忘了这里还有个大门。你们龙家做的这些脏事，要是让阁主知道，我不信你们龙家安然无恙。楚尘，你真该死！没有你，现在亲王府里面，我们龙家还是这大夏第一世家。是，善恶终有报，你龙家现在的报应已经到了。来人，关门！符号，你想干什么？爸，他这是要把咱们都留在这儿呀！你们不都说了，今天这来的可都是龙家的，只要把你们都留在这儿，回头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们这是大逆不道！你们整这么一出证据，无非就是为了做悠悠众人。而现在，你们该如何跟国主交代，跟天下交代？只要把你们关在这里，要怎么说，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吧。我姑姑寻到证据，捉拿陆云熙，赊刀门弟子楚尘，武力阻拦。李家、孙家两大家必须牺牲，国师出面平定叛乱，除去一切的人数。李家、孙家也是死在你赊刀门血气之下，我们都不用动手，到底是什么事儿？还真的是张口就来呀！若说这颠倒是非的能力，你们若是称第二，那天下恐怕没人敢称第一吧？或许这都是被你逼出来的。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们真的相信他们不会将此事说出去？恐怕你对我们出手之后，要将他们一个一个的灭口。他们都是忠心我们龙家的人，休要挑拨离间。你真信得过他？龙少，我舅舅是战神，我这次是真心来投奔你的。这件事情，我绝对不会说出去。龙少，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徐少，你快帮我跟龙少说说话吧。现在是自身难保，想要我保你，除非你嫁给我们成为一家人，龙少自然不会为你。没错，你是楚尘那个小子的前妻，跟我没有血缘关系，你信不过。徐明这么好的条件你都不嫁，莫非你还对那个小子余情未了？龙少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对楚尘没有半点感情。那你为什么不愿嫁？不嫁就死。我嫁。这才对吧？姐，你不能嫁给他，那徐明满口胡话，还调戏过我，根本就只是个好东西。姐，你过来，楚尘会保护我们的。什么？徐明，你还调戏过我妹妹？我不过就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罢了，这有什么？别忘了现在的处境。如此厚颜无耻之人，还真是生平仅见。秦雪，这就是你看中的人。再怎么说，也比跟着你送命强。徐少，你不是也看上晚秋了吗？只要你救他一命，我们两个一起嫁给你。好说，好说。姐，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？我才不会嫁给他！我只要楚尘哥，你是我妹妹，我绝对不可以看着你一块去送死。秦雪柔，晚秋的安危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你如今已经身陷泥潭，还想将他拉下水吗？不识好歹，杀了他自然就是你。就凭你呀！小道之恩，我没有珍惜，现在幡然悔悟，却已经晚了，只能以这残躯来报答天师的恩情了。富贵于尽，也比在这里等死强。我死了，人家要是安然无恙，我将死不瞑目。你们若是早点有所觉悟，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。你们可要想清楚，如果在那边乖乖等死，你们就是为国捐躯，死后还能落个好名声。如果你们胆敢帮助那小子，就是不留俄屋诛九族。这你们好狠！爸，是。楚
终究都是要死，还生啥头啊？申兄，反正已经没机会，不如趁此机会再次替罪方休。好。天师大人，抱歉。楚尘，你最后的帮手，我姑姑一句话就不放弃。我看还有谁能救？给我上！住手！敢对天师大人动手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你是何人？收刀门白凤，拜见天师大人。起来吧。老少，简单来说实力强大，上次一剑击败了灵异将军，恐怕这个战王实力。战王又算什么？我姑姑术法天下第一，能用战神辅佐，太艰难。国师大人实力如此强大，那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了。一卷土鸡瓦狗罢了。白凤，交代你的事情办好。已经办好了。传国主口谕：亲王府谋反之事疑点重重，现交由锦衣殿调查，其他任何人不得插手此事。钦此。你肯定是在撒谎。你认为你们说的会不信？想利用口谕？做梦！天下谁敢假传国主口谕？他既然说了，那必然是真的。你们龙家是要抗主不尊吗？国主岂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的？就你还敢传国主口谕？你拿什么面见国主？赊刀门维护大夏安定上千年，凡持有赊刀令的，直接面见国主。龙家，这个口谕，你们若是不听，那便是抗主不尊，有谋逆之意。你们该怎么选呢？不能这样。我们退去后，所有的证据都会摆在国主面前，这样你们龙家应有对本。我自然知晓是不能听，所以只能先把他们解决了，之后我再跟国主解释。敢违背国主口谕，龙家，他好大的胆子！魏无涯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锦衣殿，国主听闻有人以权谋私，陷害忠良，便让我跟来看看。现如今你们龙家真的好大胆子啊！你们要干嘛？要造反吗？魏大人，想必是误会，我们龙家并无此。龙玉兰，你陷害亲王府，损毁御赐之物，不遵国主口谕，每一件都没有把国主放在眼里。你告诉我们这是误会，未免所有的证据和事实都摆在眼前，我要你如实禀报国主。我相信国主四子决断，我并会如实。魏殿主，这些都是龙家的罪证，我们都已经写好了，请您过目。魏殿主，这是我孙家之手，龙家罪行无数，罄竹难书，只要呈给国主，魏殿主定是大功一件。这样彻底完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有国师在，国师大人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国师，龙家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慌什么？魏大人，我劝你还是不要掺和此事。我看今日之事，就当无事发生如何？不可能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我绝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。龙玉兰，接着打我！你们都该死！原本我只是想今天灭一个亲王府，没想到被你们打乱我的计划。尤其是你，赊刀门楚尘，一个落魄玄门，竟然阴魂不散。我赊刀门仅仅是几年没有出世，并不代表我赊刀门落。而我赊刀门一出，便是玄门巅峰。你一个天眼门，也想争得玄门第一，还不够资格。我姑姑很是我之巅，你一个赊刀门的小卒，拿什么狗？放！敢辱骂天师大人，死！白凤，退下！你不是他的对手。属下无能。赊刀门的都该死，去死吧！今日我便让你看看，谁才是这玄门巅峰。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这么厉害？
他只是个废物而已。姐，楚尘哥哥真的很厉害，你现在总要相信了吧？可能只是蛇刀门普通弟子，你到底是何人？能败在天师大人手下，是你的荣幸。天野宗跟蛇刀门相比还差得远呢。好你们龙家竟敢打我！来人，将这些城灭国主，把这里所有的事情全部告诉他。龙家意图谋反，罪无可恕，应当抄门灭族。是，你们龙家完了，我楚家36口命终于可以安息。龙家做了那么多坏事，落得如今下场，你是罪有应得。干！楚天师知信为荣，我代表全亲王府向你致谢。郡主大人客气了，这些都是我应该做。龙浩，你不是坑我们，现在遭到报应了吧？好啊，看到你跟我们一个下场，这就够了。婊子，无尽的财富，无上的权力，可是我可是龙家少主，是敢动我，父亲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你们整个龙家都要为你们的所作所为陪葬。你会见到你父亲，不过是在天牢里。放下武器者，从轻发落；不许抵抗者，杀无赦。带下去。龙玉兰，你说你身为国主，你们龙家又是大夏的第一市长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还非要造反？地狱熏心，享受到了权力的好处，就想获得更多的权利。你们根本不懂，国师又如何？还不是无根的浮萍。若大夏风调雨顺，国师便可安然无恙；若有什么天灾人祸，那国师就是最好的背锅之人。罢免不过是国主的一句话吧。那是因为你只想着自己的利益，想着龙家的利益，未想过全天下的利益。说的比唱的好。他们李家、孙家不也是因你们蛇刀门的蛇刀而崛起？现在不就跟我们一起同流合污了吗？我们愧对天师大人的信任，如今遭受天谴，也是罪有应得呀。玄门蛇刀历来都是挑选忠君爱国、品行端正之辈，让其镇守一方。奈何红尘俗世，诱惑甚多，人心总是会变。蛇刀门代天巡视，目的就是为了尽可能避免此类事情的发生。年轻人，很多时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要让你明白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身不由己，事情不会向你想象的那个方向发展。这个就不劳你费心，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对那些冤死者忏悔。他们两个人是谁？不会大人，我不是龙家人，我是占这笔钱的外甥，我跟他们无关，他们做的事情我都不知道。大人，我是江州秦家秦雪柔，我是跟随徐少一块来的，第一次见到龙家，还请大人明察。这件事你怎么？楚尘，以前是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那个事情我是真的不知道，你千万不能冤枉我啊！楚尘哥哥，你可要救救姐姐呀！楚尘，我承认我以前是坎色的，但你也别想着我去求你。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想。你现在的任务，我都毫不在意。魏店主，秦雪柔的确不知道什么。至于这个徐别，龙家很有可能在拉拢郑子清。至于结果，魏店主自行调查。楚尘，我舅舅可是战神，手下兵马无数。你真的一点活路都不给吗？所有的路都是你们自己挑选的。你们若是跟龙家没有关系，何惧明察？而你们若是跟龙家狼狈比肩，就应该接受相应的惩罚。来人，把这俩人押下去。人呢？死哪去了？危险来了！啊，你来了。大哥，不用死。父亲可是战神，大夏实力最强的男人。龙少，我就知道你们龙家实力强横，肯定还会有办法。王浩，休得无礼！是。
这件事，龙战实力可能比我还强，他极有可能已经突破了战神的实力，就像他吧。战神们算什么？他今日若是不来，你锦衣殿未必留得住。而他既然来了，今天别想着走了。龙战，我在此等你很久。就是你坏我龙家的计划，就凭你们这些土鸡瓦狗还想谋反，简直是痴人说梦！你根本就不知道我们的强大。上京3殿已经被我们拉走了2殿，所有拦路石已经被清理出去了。再除掉了亲王府，拉走了政委钱，试问天下有谁能拦得住？哦，你个龙战，你是真想谋反？要不是楚天师及时发现，不然你还真酿成了大祸。皇族将相应有转乎，这国主之位，他做的，龙战一样做。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而你龙家唯利心很傻，永远也到不了那个位置。龙战，此事你从未向我们说过，原来你是在利用我们。你们2个身上可有蛇刀门血气？没错，我就是想单纯的利用你们，可我没想到你们2个居然这么蠢！要杀了你！看来你们2家并非无药可救。看在你们刚才此举，我可以保你家中幼儿免受天谴之害，留得一线生机。多谢天师。谢天师，谢天师。哼，谢他有什么用？在场的都得死，所有人都得抄家闭门。你就是郑北前的外甥。是我龙家，我舅舅让我来见国师大人，只要国师大人给我舅舅一个承诺，舅舅就答应你。找我要承诺？你真的确定？舅舅找我们要承诺？没，可能我记错了，没这回事。这就对了。等到事成之后，你们家可以入住上京，正兴殿正好空缺，我看挣点钱非常合适。那我就替我舅舅谢过龙家主了。真是可笑。事成之后，便是你们命丧之时，还谢他，愚蠢至极。主臣，这可是龙家主亲口称，能有什么问题？我看是怕了。我舅舅跟龙家2家联手，那可是双战手。龙家有钱，我舅舅有兵，是成必能成功。龙玉兰身为国师之位，身上可是绑定了整个龙家的气，一旦回落，那你们龙家必将天谴降临。而龙战的承诺仅仅是空口无凭的一句话而已，这也是你舅舅为何非要龙玉兰的承诺不可的原因。怎么能这样？他这是惧怕我们2家联手，想要挑拨离间。没错，他现在马上要死了，这是嫉妒。我父亲可是龙家家主，一眼就懂。你会相信？我自然是相信龙家。臣休想挑拨离间，这就联系我舅舅。真是赶着去送死！郑北前欠我赊刀债，他若安分守己，尚有一线生机；若是违背血气，那便是天谴降临，简直是找死！我要将你们赊刀门都杀了，身上的赊刀债就荡然无存。这让他怎样？郑北的钱若是调兵上京的话，北境空虚，外族此时就可趁虚而入。你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一个将死之人，知道那么多又有什么用？守卫上京的御林军全由我亲王府和辽王府在掌管，只要他们不调动边关大军，便无法造反。怪不得他要对付你们亲王府。上京易守难攻，即便是调动边关100万大军，也难以短时间突破。那个时候，大夏早就被外族入侵了。原来，真正勾结外族势力的是龙家。你还真是聪明，这能让你猜到。不过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我龙家不成功便会死，所以只有放手一搏，自己赢得一个未来。该死！
你们这是引狼入室！外国一旦入侵大夏，岂会听你指令？只要上京平定的够快，外族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留你们不得，只要你们死了，他郑北前也就只能安分待着。我承认，在术法上你的确胜我一筹，但也不代表你别的实力不强。只要我接住你一击术法，我大哥就能将你击杀。楚尘，你没有任何机会了。15年前，你们灭我楚家满门，我没有能力力挽狂澜，而如今于公，我要阻止你们祸乱大夏；于私，要你们血债血偿。原来你就是那个楚家余孽，当年让你侥幸逃得一命，你还不找个阴暗的地方躲起来，居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，是谁给你的胆量？你还当你龙家是上京第一家族？你当你战神的实力天下无敌？你还以为我是那个15年前手无缚鸡之力的幼儿吗？从今以后再无龙家，天发！从今以后再无龙家，天发！你怎么可能这么厉害？我可是战神！在天地之威面前，战神亦如龙兄。舅舅，龙家已经没了。楚山，别以为你赢了，破坏了我们的计划，你死定了！你们都死定了！不知如为改，死不足惜。魏店主，他们口中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消息。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一五一十将所有阴谋全部丢烂。这是你前妻是吧？放我们离开，不然他就给我们陪葬。楚城哥哥，你一定要救救我姐姐！楚天使，不能放虎归山呀！他们一旦逃走，据兵谋反，那可就神明主大了呀！放我们离开，要不然你就得死！叶传公，我答应，放了他。楚天师，不能放他们走啊！放他们走，有什么后果，我来担着。等我们安全，这会放了他。臣记住你了，给我等着，走！楚天师，你就这么把他们放走了？你让我向国主如何交代？国之大义面前，还顾及着儿女私情，实属不该呀。那是我姐姐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她死在我面前。你们要怪的话，我就不。他们的阴谋已经败了，我们也要打算准备下一步行动，先将他们的罪行公示于众，然后全国通缉，谅他们也翻不起什么大浪。不着急，他们的能耐不小。此次我是故意放他们走的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从刚才他们的话来看，他们的计划远远不止我们知道的这些。况且谋反之事过于重大，肯定不止龙家一家参与。他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谋划，只能铤而走险，因此会不惜一切代价联系参与者。等他们聚集齐了，我们正好可以一网打尽。楚天师深谋远虑，云溪佩服。楚天师原来早有规划，是我着急合作。此事还需要魏店主与亲王府多多配合，才能确保万无一失。但说无妨。此事如果事关重大，我还是得向国主禀了，由国主决断，还望楚天师见谅。几位，你们就随我走一遭。魏店主，有劳了。魏店主，我等自知罪孽深重，但所有罪行已经如实交代，还望给个痛快。好说，走吧。白凤，郑北前靠不住，但边关不能出事。拿着这枚蛇刀币去请前镇北将军江无极坐镇边关。属下遵令。今日之事多亏有楚天师了，云溪感激不尽。郡主客气，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况且你本就持有红色蛇刀币，这也算是我履行承诺。对了，御林军对上京来说至关重要，接下来还有劳郡主多多费心。这本就是我亲王府分内之事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先告辞。来，天色不早了，
要不你们留下来用完晚饭再走吧。我还有诸多事情在身，等一切解决之后，我们再把酒言欢。好，告诉我。你做什么？这人都走远了，还没回神啊？郡主大人，你是不是喜欢到底？休要胡说！跟你舅舅联系，让他引兵前来上京。我们都报了，你们龙家有，咱们不应该逃命去吗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咱们往哪逃？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不瞒着你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后路，让你舅舅前来，也只不过是帮我们吸引注意力罢了，并没有想过让他直接攻城内。我们难道还有机会？我龙家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，我们就只差一步，可惜都被楚尘那个小子给破坏了。蛇刀门能力不小，那小子是个变数，必须除。可是他实力这么强，你们怎么做才能除掉他？再强大的人也会有他的弱点。我们之所以会败，不过是因为他借助天地雷霆之威，只要我布置好劫天大阵，他的术法就不足为惧。再加上我们还有大哥镇北前2大战神，还怕对付不了他？可是我舅舅身上也有蛇刀血气在身呢。劫天大阵之下，天地无法感应，天劫更无法降临。那太好了，我这就给我舅舅打电话，让他过来。等集结谁的力量之后，给他传信，让他前来赴死。好。楚尘哥哥，我姐姐怎么办呀？不用着急，他们不会对秦世龙怎么样的。可我还是有点担心。等他们准备好之后，我们就能站得更清楚。等他们准备好，他们要是没准备好，又怎么敢请我过去？进来吧。先生，有一个人让我送伤请帖过来。这是谁送来的？荣家。他们怎么敢的？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好。这次我倒要看看这场鸿门宴，他们到底为我准备了什么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龙家给我布置了一个阵法吧。那我们还进去吗？当然进去，不进去就救你姐姐。我很想救我姐姐，可我也担心你，不想你因此冒险。放心吧，不过是一群手下败将罢了，无所畏惧。这不是秦家的那个赘婿吗？哎，你怎么认得人？我看是郡主不要他了，所以又来抱龙家的大腿。你们3个的家是怎么回事？链子没拴好，又让你们给逃出来，放肆！怎么跟我们说话？今时不同往日。不错，我们才是3大望族的家主。难不成你们是反了？王敬天、赵青山、刘曼云，他们还真是无能吗？放着正北前战神，还有龙家的高知度，难道我们还要对你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卑躬屈膝？简直是丢尽了我们3大望族的脸。刘曼云那个女人，头发成剑士短，早就该退位让贤。可是你们知道，你们跟龙家搅和在一起，代表了什么？代表了荣华富贵啊！代表了高官俸禄，代表一飞冲天。荣华富贵，高官俸禄，一飞冲天。龙家意图谋反，跟他们在一起，代表的是乱臣贼子，身胜异处，为诛九族。休要胡言乱语！龙家也是上京第一下族，高拜国师之位，怎么可能是乱臣贼子？看他就是羡慕嫉妒，所以才如此诽谤龙家。龙家谋反之事，马上就会昭告天下。你们赶着来送死呢？我们刚收到消息，就从江城赶来，第一时间就来到酒店了。难道他说的是真的？什么真的？看你简直是糊涂了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那龙家早就被抓了，怎么可能在这里举办宴会？没错，差点就被他们蒙骗了。敢诋毁龙家国师大人，定不会饶你。就凭他们一群手下败将把人，还奈何不了。至于赊刀战，虽是刘曼云他们签订的，但
凡是受过他们恩惠的所有血亲都受血气影响。我劝告你们，不要自寻死路。我们三大望族才是这江州的天，你不要以为你会点什么小妖术就能够拿捏我们。龙家有国师大人在，你的这些妖门法术，在他眼里根本不算什么。我等已投靠龙家，国师大人一定会帮我们解除这妖术。一群将死之人，我也不愿在此与你们多费口舌了。好自为之。江家主，今日龙家举办本次宴会，看来是万事俱备，大功可成啊！我们筹备了多日，总算是清除了所有障碍。到时我们就是从龙之功，身份跟地位都能更上一层楼。如今亲王府已出，明礼殿、镇刑殿正好空缺出来，你我两家作为本次出力最大的两家，一家一殿，正合适啊！林家主言之有理啊，那孙家、李家不识趣，理应被我们取而代之。明理、正行二殿，非心思纯正之辈不可得。而你们两个也妄想贪图那殿里之位，你们废物！你是何人？江家、林家，上京四大世家之一，算什么东西？还敢在这质问我们？他呀，就是江州的一个赘婿，江省王家、江省赵家、江省刘家，见过林家主、江家主。你们认识他？认识。江省之下，江州秦家的一个赘婿，被秦家甩了之后，这不知道怎么就傍上了郡主。原来是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啊！现在秦王府已经垮，这是又绑上了谁？竟然还在邀请之列。这场宴会本就是为我准备的，我若不来，龙家心中不安，你们暗中商量的一切，终究是纸上谈兵，一场空。满嘴空话，这在场的诸位哪一位不比你身份地位高？你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？既然敢说出这种话，难道你是被国师大人给看中了？真是这样，嚣张的是不能接受。刚才不知实情，多有得罪，请楚兄海涵。多有得罪，大人海涵。你们可不要乱说，我跟那个龙玉兰可没什么关系。没关系？没有，我可不想跟乱臣贼子扯上什么关系。放肆！竟然敢戏耍我们！今日的明都是自己，说这种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自己？看来龙家谋反之事，你们所有人都参与。林家主、江家主，难道这谋反之事都是真的？你们不知道？我们都是受龙少、徐少邀请来的，其他的我们一概不知啊。都是怎么办事？今天这种场合，什么人都能混进来。哎，他们也是被龙浩邀请过来的，应该也是要参与其中，只是不太重要，刚刚上车罢了。江省想多，确实不重。龙家愿意带你们上车，也算是造。又来了几个分蛋糕的。是啊，希望龙家吃相不要太浓，不然就要到大人那里去告回。我们现在走还来得及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都布置好了，都布置好了，可惜了，这次我们谋划了这么久，好不容易才拉拢到镇北前，现在却要孤盔一溃。秦王府失利，我龙家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只要大人能够成功，我龙家就算保持原样，也比现在要好。也只能这样了。大人，秦王府那边失败了，不过我们已经拉拢到了镇北前，现在需要更改一下计划，立即实施。你们现在在哪？白金酒店，所有的人我都已经叫过来了，就等大人您发话。不要轻举妄动，等着。是。这个倒霉主臣，
都是因为你让我与那个位置失之交臂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你！龙少，学长，三位不要着急，去旧迎新都会更上一层。你们难道不想家族在你们手里发扬光大，日入上京吗？我们能帮什么呢？江省是产粮大省，若是正北先调动大军来京，无法携带粮草，所以是想他们给你们提供粮食消耗。没错，楚晨，你很聪明，但可惜站错了队。三位不用考虑了，你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家主，全靠我舅舅还有龙家的关系。若是没了我们的帮助，你们还是要被袁家给雪藏。难道你们还想回到那个时候？肯定不想，肯定不想。搏一搏，应有尽有。我们加入。我们都已经来了，不得不参与。我们加入。恭喜你们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，欢迎你们加入。现在万事俱备，就等大人到来，就拿他祭旗。他不是你们邀请来的吗？为何要拿他祭旗？林家主不要多想，今天这里的其他人都是我们自己，唯独他是叫过来送礼的。楚晨，看到了，这就是识时务的好处。至于像你这种人，不识抬举，就只能让我们拿来祭旗。想拿我祭旗，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别以为你会点玄门术法就天下无敌了，我们想要对付，有的是办法。等刀剑临身的时候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嘴硬。废话少说，现在你们都确保安全。秦雪柔呢？你是说雪柔啊？进来吧。姐，姐，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？加入我们就是一步登天。雪柔是聪明人，自然是选择了加入。我不信。姐，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被逼迫的？晚秋，别跟楚晨待在一起了，你现在过来，我会让徐少保你一命。姐，我们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你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秦雪柔，我知道你被带走，迫不得已才这么说的，但是现在我已经来了，你也不用再委屈自己了。姐，你现在知道楚晨哥哥很厉害了，他会保护我们的，你过来吧。晚秋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这里已经被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楚晨必死无疑。你现在过来，我能保护你。天罗地网。你还与他们通风报信是吧？关门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龙少，你需要给我们一个解释。待会儿再找你算账。诸位，稍安勿躁，只是出了一点小状，很快就能解决。楚晨哥哥，专门为我摆的鸿门宴，要是没有点埋伏，还不正常呢？楚晨，你明知道这里有埋伏，你还带着晚秋来，你是想害死他吗？晚秋，你怕吗？有你在，我不怕。秦雪柔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跟晚秋的差距到底在哪？晚秋虽然也害怕，但是他从始至终一直都能相信我们保护他。但你呢？你从来就没有相信，哪怕是龙战、龙玉兰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也没有相信过我一次。你只在想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，哪怕是跟他们同流合污。再次不信，这样会把自己逼上绝路的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姐，你就相信楚晨哥哥一次吧。你过来吧。可他若是失败了，谁能来救你？楚晨若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会陪他一起。晚秋，谢谢你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没有任何人敢再伤害你了。秦雪柔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现在犯的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根本就不是在救他，而是在害他。雪柔，楚晨，我暂且相信你一次，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你会为你现在的决定感到庆幸的。既然敢这么对我，好啊！既然我得不到你的人，那我就亲手
毁了你！废物！只要我们成功了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都追了他这么久了，眼看到手的鸭子就飞了，你就让我如何甘心？那就先留他一命，晚上送你房里，还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？晚上你们只能在天牢里住，别异想天开了。到了这里，所有的术法都无法使用，你还有什么可修正？没了术法，你就是个普通人。现在我要你跪下！走！看来连个普通人都不如啊！楚尘，你少得意！我们这里有这么多人，有龙家家主跟我舅舅两大战神在，是插翅难逃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过来就是要将你们一网打尽的，所以不管你们是多少人，一个都逃不掉。龙少，龙家主在，为何现在还不现身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们为什么要放他进来？我父亲去接郑北贤郑战神，马上就到。至于他，不过是一个将死之人罢了，无需理会。今日你们若能杀我，大事可成；但若杀不掉我，天牢可等着你们呢。我今天就站在这里看看，你们到底有多大的能耐。没想到上京还能遇到比我们更嚣张，有趣有趣。大人竟然还能拉拢到镇战神，那我们的把握可就更大了，未来可期呀！各位，现在我们这么多家族齐聚于此，要钱有钱，要粮有粮，要兵有兵，何愁大事不成？我们现在理当庆祝一番。庆祝那就好好吃，好好喝，再晚点儿可就没机会。现在没机会的是你。泰山之巅的天剑临身，还没能给你们足够的教育，这么快就忘了？刚才龙少可说了，在这里，你的术法没有任何用，你又能拿我们怎么样？你以为躲在这里，我就奈何不了你？接电话吧。刘长海，从今天起，你的所作所为皆跟刘家无关，逐出刘家，逐父除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？将我逐出王家？什么？将我家谱除名？你做了什么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放着富饶的家族不要，却跑来跟别人一起提头造反，你真当你们家族那些人跟你们一样愚蠢吗？没用的东西！刚刚把你们扶持成家主，结果就被废掉。我要你们好！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劝动其他人，早知道我们就不留陈家主了。给我们一点时间，我们一定回去抢夺家主的控制权。现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所有人都动作离开！你们来到此下杀人灭口！闭嘴！老实待着，事成之后你们自然可以离开。如果能继续忠心的投靠我们，甚至我还能继续扶持你们，重当三大家主。任凭龙少吩咐。楚尘，别以为你把我们的粮草断了，我们就没办法。只要有实力，需要什么就抢什么，你依旧改变不了结果。那些兵是大夏的兵，不是他挣你钱的，也不是你们叛乱的帮凶。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，他们在我手上就是我郑北谦的兵，我让他们做什么，他们就得做什么。舅舅，爸，诸位，郑战神率兵10万前来支持我们，使我们的实力更上一层楼。让我们欢迎郑战神的加入。飞天神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有郑战神的加入，对于我们来说简直是如虎添翼呀！多谢谈，我能加入进来，我也很高兴。你高兴的太早了。郑北前当初在泰山留你，可你不知珍惜，如今参与谋反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遭遇天谴，死无葬身之地吗？楚尘，杀了我就彻底自由，可以离开边关享受人生，所以你必须死。当初是你苦苦哀求让我师父赊刀于你，是你承诺自己戍守边境30年，若你表现良好，边境安稳，并非不能离开。可是你呢，在得到权势之后，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，迷失了本心。说的再怎么好听，也不过是想让郑战神成为你们赊刀门的一条狗。战神是何等的尊贵，
岂能受制于人？没错，少说那些没用的。在泰山上，我舅舅不过是看在郡主的面子饶你，而如今我们根本不在乎什么郡主王爷，你就是随手可捏死垃圾。没有我赊刀门赊刀，他郑北前就是一个边关小卒，拿什么成天战士？拿什么身居高位？不要胡说！实力，我的地位，都是我一刀一刀拼出来，与你何干？看来成就战神之后得意忘形了呀，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。少往你赊刀门脸上贴金！你们赊刀门的目标，不就是这些可造之才？他们本身就有极大的几率跻身高位，你们这是趁机撒网，然后拿捏。他们一旦有人成功，便就受制于你。这么心思歹毒的宗门，早就该灭绝。真是目光短浅之辈，别用你那肮脏的心思来猜测我赊刀门。我先造。我看你是被说中，急了。镇战神本身就是实力强大、有远见之神，就算没你赊刀门，一样成就战神之位。你师父除了给了我这把刀，并没给我提供过其他帮助。没有这把刀，我一样能成。天真，可笑！你当真以为赊刀门赊的只是一把刀吗？事实都摆在这里，看你要怎么狡辩！所谓玄门赊刀，刀仅仅是一个载体，真正赊出去，乃是我大夏国运。只要你们不违背本心，国运便会护佑你们。大夏国运何足珍贵？玄门赊刀寥寥数人，什么狗杂物，全是无稽之谈。任你巧舌如簧，今日也难逃一死。今日在场不少人，但受赊刀庇佑着，除了这3个被骗过来的，也就只有你们2个蠢货。国运在身，你们却造反，这反的不仅仅是国主，还有你们自身。就算我今天不拦着，可在你们造反那刻，便是命丧之时。少在这里吓唬人了！我看现在就是怕了。我看你现在就是怕了。好，我是怕你们死得太快，没有后悔的机会。牙尖嘴利，你若是不来，我们想要除掉你，还得多费一番功夫。现在既然来了，那就说明天命是在我们这边。有国师帮我遮掩天机，没了这天谴的威胁，我杀你易如反掌。你的那些真理，去跟阎王爷说。就凭你了，还有我，坏我大事者杀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什么后手？赶紧拿出来呀！姐，别紧张，相信楚尘哥哥。这可是2尊战神呢。在这里，我没什么后手，区区2个战神罢了，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找死！舅舅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没有任何术法的痕迹。按理说，截天大人之下不可能施展任何术法。是这刀，我已经告诉过你们了，刀仅仅是一个载体，国运才是关键。你现在遭国运反噬，命不久矣。国师大人，你一定要救我舅舅啊！我没办法。他现在还不能死。他现在还不能死。拜见王爷！拜见王爷！都起来吧，这是天王保心丹，快快给他服下吧。多谢王爷。这叫天王保心丹，据说不管受了多重的伤，都能捡回一条命，是难得的圣药啊！这丹药是当年王爷封王的时候，国主亲赐，仅此一杯。这王爷还真是舍得啊！天王保心丹，吊着一口气罢了，延缓几日，却也改不了最后的结果。郑战神只要撑过今日，等我们平定上京，我就可以找天下名医为郑战神疗伤。天下名医受阻这么多，我舅舅一定会没事的。继续动手，只会死得更快。国运反噬，天谴降临，药石无疑，换谁来都一样。能不能医，不是你说了算，倒是你好好的计划被我破坏成这样，你可真该死。不，你倒真没感谢我。要不是我，你所筹谋的一切都会为这龙家做嫁衣。此话怎讲？娘，
不要听这小子胡言乱语。他这是挑拨离间。他都没说什么，你们急什么？王爷，我也是怕您被他给骗了。我怎么可能相信他？只不过我是真想听听他想怎么忽悠。御林军10万，梁王和亲王各掌5万。梁王的计划无非是陷害亲王府，在亲王府5万御林军群龙无首之时，趁机占领上京，拉拢龙家。在亲王府被灭之后，龙家是最有可能掌握那5万御林军的，根本就用不到正北钱。没错，继续说。可梁王有野心，龙家同样有野心。等龙家掌握那5万御林军之后，便会第一时间通知正北前抽调北境边关大军，先一步谋反。那时候梁王无暇顾他，只能先抵挡正北前，而龙家的御林军便可以趁机前后夹击。你胡说！你明明知道抽调边关大军会使敌方趁虚而入，却不惜封敌叛国，如此狼子野心，你就算是成功了，对得起大夏，你对得起你身上流淌的大夏之血吗？我杀了你！龙家主，不要急。梁王，龙家对您忠心耿耿，您不能因为他人的只言片语寒了众人的心呢。没想到龙家谋划这么深，我们跟这些老狐狸比，还是差得远呢。这事儿你怎么看？无论主导者是谁，只要能成功，都得仰仗我们的支持，随他们怎么去弄。龙家主，你在胡说些什么？你们可都是我的武功之臣，我怎么可能相信他，不相信你？龙家主一定是害怕陷害失败，所以做了2手准备，对吧？正是如此。亲王府怎么算也是国主的血亲，就算是罪证确凿，也很难以扳倒。所以我做了2手准备。如果说顺利扳倒亲王府，自然用不到郑将军；如果说失败的话，不会影响我们的计划。龙家主心思缜密，如此细节都照顾，我心甚慰啊！等事成之后，你们龙家当即首功。多谢王爷的信任。多谢王爷，龙家上下任凭调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但此子坏我好事，还要离间我们，心思歹毒，其罪当诛。现在所有人齐聚，今夜便是动身，正好拿他给谁？血祭上天，旗开得胜！血祭上天，旗开得胜！血祭上天，旗开得胜！梁武，你虽有点城府，但天命却不站在你这边，还是就地伏法吧。庶子，你怎敢损毁旗帜？此子就是个祸害，杀了他！是。夫人，哥哥，你到底是什么实力？不知是在身啊！宁夏，除了术法，你的实力怎会如此强劲？修身、炼体、运神，蛇刀门的每一任门主都得承大夏国运之压力。如若实力不强，又怎敢一人担此重任？蛇刀，你是蛇刀门门主？听闻蛇刀门主有惊天伟地之能，有这种人在，我们怎么才能成功啊？蛇刀门是已经消失很久，天眼宗不是早就代替蛇刀门了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蛇道门主在，我们还造什么反啊？这是嫌命长吗？是啊，我们就是被他们给坑惨了，赶紧趁机快，赶紧溜。楚晨，你真的是蛇道门门主吗？不错。原来我一直敬仰的人就在我身边，还被我亲手抛弃了。楚晨，你一直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，就是想看到我后悔的样子是吗？我早就告诉过你很多次，也都向你证明过，可你就是不相信。而晚秋呢，他始终都陪在我的身边，不离不弃。其实我一直以为你只是蛇刀门的人来着，都没想过你真的是蛇刀门主。不可能！他明明就只是江州的一个废物赘婿，就算他是蛇刀门的一个小喽啰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怎么可能会是蛇刀门主？2大战神都败了，除了蛇刀门主，还能有谁啊？不管他是不是，今天必须将他拿下。没了2大战神，本王还有5万御灵军，大军之下，我就不相信他还能安然无恙。来人！御林
明君是国主的御林军，不是你梁渊吗？梁渊，你没机会。不可能，他们都是我的部下，只听我一个人的命令。你的心腹只是这些将领，我若是换一批将领，你觉得普通士卒会跟着你一起造反吗？楚天师一早发觉你有问题，所以早早就将你手底下的御林军给控制。你们怎么可能猜到是我？龙家若是造反，我相信处理一个你，比处理秦王府可要简单多了。毕竟你只是一个外姓子，所以龙家这么做，那就只有一个可能。这件事情，你也参与其中了。梁渊，国主对你不薄，你外姓称王已是你极大荣耀，你反倒不知足，你这样对得起国主吗？你也知道那是最高的荣耀，但你知不知道，我离那个位置只有一步之遥。陆云熙，你记住，我不是输在你的手上，我也不是输在国主的手上，我梁渊是输在了蛇刀门的手上。今天如果不是他被拿下的，应该是你们。成王败寇，输了就是输了。来人，通通拿下！出山，陆云熙，边关大军已撤，外族马上就会趁势入侵。虽然我败了，但是你们也别想跑。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已经命前镇北将军江无极坐镇边关，同时还让魏无涯、石虎符、圣旨将你带出的10万大军分给4大战场，若有外敌来犯，我定叫他们有来无回。带在这里，严加看管。我不信，我不服！于秘书，云溪郡主，谁是楚天师啊？这位便是楚天师。楚天师，这位是国主秘书于秘书。于秘书，赊刀门护国有功，国师之位理应归还赊刀门。此后，赊刀门主便是大夏国师，特赐国师道袍，国主令。楚天师，恭喜了！谢国主恩典。晚秋，现在可以娶我了吗？当然，我会为你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。